楚楚，你在做什么？妖君寒龙，以无之眼，观自是颜色。你就是个大笨蛋！只是右眼看不见颜色而已。我不是还有左眼吗？谢谢你还活着，娇娇。救救龙！行了行了，咱们都还活着，不整哭丧那一套。朱娇娇，你乱摸我上身干什么？小木头，你怎么把自己变成根拐杖了？什么拐杖？这是权杖！眼睛都回来一只了，怎么还是睁眼瞎？楚楚，小木头凶我。朱娇娇，你又开始了。你早已到了王都，为何一直没有找到主人？狗天道阴我，他只让我忘了与他交易的内容。若我记得楚楚能够魂吸回来，绝不会绕这么多弯子。先离开禁区，出去后再慢慢聊。朱雀如今是云素的妖奴，一会儿敛住气息，别让他认出你。那只白眼狼还活着，横竖早已不是朋友，他不挡路就不必理会。那小子和梅仁平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没想到梅仁平还能讨到媳妇儿。这点我也百思不得其解。子孙后代都这么大了，梅仁平应该死透了吧？回去给他扫个墓，再烧70-80个纸扎老太婆。70-80个猛男还差不多。等出去，我先带你买花衣裳。好。姐姐怎么还没出来呀？坏坏龙是姐姐的朋友，宝宝好开心。这脑壳有点眼熟。之前你不是也捡过一个？不是，之前那个只缺1颗纹牙，这颗牙都快掉光了，生前肯定是个埋汰鬼，敢拿石头砸小爷，肯定有古怪。香香哥哥，又调皮。哥哥闻起来为什么不开心？错觉。你做什么？楚群，你又对自己做了什么？楚群，你又对自己做了什么？我没事呀。为了寒农的龙木，他灼伤左手还不够，现在又把变色之力给了他。楚以后，你对他还真是情深意重。楚楚，这是你的新朋友吧？不给我介绍一下？云素，我提过的，梅福归的表弟，这是龙娇娇，我的生死之交。幸会啊，表弟。楚楚，你这位表弟很有性格。他只是面冷心热，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。1000年过去，还是根铁木头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像人，也不像妖。先交给木木看着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脑子呆着！梅福归、牛大花、西西，走了。漂亮哥哥和姐姐是好朋友，那你以后也是西西的好朋友啦。以后叫我漂亮哥哥，坏坏龙一点都不好听。香香哥哥，等等姐姐嘛！刚刚漂亮哥哥亲西西了，西西好看。表弟这是生气了，为什么？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？我哪有？我何曾？肯定是那破门板顶着我的脸，在梦里对云溪做了什么。我冤枉啊，千古奇冤！木木，给我好好教训他！居然敢用主人的脸勾引表弟，表弟也是你能勾引的？啊！明明是他牵着那条龙出来，关我什么事？活该！星哥，你还说风凉话！我以前居然还想让主君跟着我混，这50大板都是轻的。以后面对楚群悠着点，你坑谁的钱都行，别坑到他头上。不坑他，坑梅富贵总行吧？我记得
你很怕楚一侯。好多人提他干什么？要不是他，我的尾巴能拖到现在。当年他闯进青丘找主君打架，我就不该拦他。这些年砸了多少银子，一根毛都没长回来。委屈的好，以后可能更委屈。什么意思？楚一侯出了名的护短，梅福龟是他罩着的人。还有一件天大的好消息，咱们小祖宗终于找到亲娘了。虽然他现在还不知道，这位亲娘就是楚一侯。你认真的？淡定，主君都已经认命了。西厢也是，除了楚一侯，谁敢睡了主君还不负责？不对，楚一侯不是早就死了吗？那倒不至于，他又活过来了。楚君就是他。贺兴统领、千珏统领、丁自愿、楚群等人回来了。这个我怕。罗刹龟一株，任务完成。甲自愿王教头和16人无一生还，竟只有丁自愿3人活着回来。他们不但毫发无损，还杀了罗刹鬼。好好交任务。若不能收为己用，迟早会成为威胁。盯紧楚群，再查清他有什么喜好。既然要放他出去，那就让他和远地慢慢相爱相杀。镇妖司里的事暂且麻烦表弟了，西西也帮我照顾几天。姐姐要丢下宝宝，单独去找漂亮哥哥玩吗？过2天带他和你一起玩。表弟呀，晚上回家，你家？有事与你商量。这狐狸脾气真是越来越大了。罢了，先去给娇娇买花衣裳。没取回，送他。主君，那可是您的妖皇之尾，您送出去的是自己1/10的修为。妖皇之尾是主君身体的一部分，我再着急也没用。可主君回来后，脸色一直冷得激人，既舍得送，又为何像随时想杀人？这段时间或许会有人留意13楼，若有人调查他的来历，替他们遮掩。13楼那不是住风月之地吗？楚群以后会常去。13楼的主人是他昔日麾下妖君朱寒农。竟然是他！朱寒农还活着，他与楚一侯重逢，那楚一侯岂不是高兴坏了？主君，其实13楼的事咱们也不必管得如此周全。本君敬他们之间的情分，随他龙木龙鳞一身骨，茯苓既有觅归路。朱寒农此妖称得上一句大丈夫。主君所言极是，妖君寒农的确是性情中药。是吗？不是吗？你既然知道13楼，想来经常去那种地方。主君，卑职冤枉，卑职向来洁身自好，都是千珏那小子。想来你很懂女子喜好啊！去买一件女子喜欢的首饰，不必太贵重。主君，要不还是买贵重些的，咱们妖国也不缺这点银子。虽不用贵重，但小心思总得有些，挂在耳上定然好看。主君，您在做什么？您为何将自己的变色之力剥离出来？宫内的情况盯紧些，楚明玉身上的烛龙眼已经被取走，宫中若问起，便说是本君拿的。妖皇之尾送了，变色之力也送了，之前不是还想杀他吗？怎么如今连自己的颜色都给了他？楚一侯，不愧是你。楚楚，我好看吗？美，头上再配一顶金冠，就更好看了。那楚楚买给我。买，你想要多少便买多少。恭喜主子，终于寻回楚一侯。南芝，从今日起，你的主子只有楚楚。诺。你的人自己养着，我只养你。南芝可是我特意替你挑的，
你当真不要？楚楚不喜欢它的尾巴。小白狐的尾巴蓬松柔软，匀速的狐尾手感更绝，这豹尾似乎也没什么特别。那位匀速表弟也是妖吧？狐狸。难怪，看来他就是楚楚你现在的新宠喽。少打他的歪主意，表弟命运坎坷，你以后待他好些，别总开那些不正经的玩笑。真是只见新人笑，不闻旧人哭，这就护上了。朱娇娇，你再胡说，小心表弟真与你急。你们一个两个都护着他，我倒更想会会这只狐狸了。娇娇，其他人如今在什么地方？你可有线索？当年你死后，天道忽然降临，与我做了一场交易。他手段那么阴，其他人多半也遭遇过相同的事。你当时远在东篱，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藏鬼。丑八怪，他就在我眼前献祭，神魂、血肉，全都化成灵光，归于山川。这些年，我寻遍山川，却始终找不到他的残魂。天下大山何止10万，我甚至不知道他还剩下多少。会找到的，一定会，我保证。等找到那丑八怪，你必须替我狠狠揍他一顿。他竟敢抢在我前头献祭，连这种出风头的事也要抢，还总说我是胆小龙，我胆子哪里小了？找到他，我们一起揍，我会把你们全都找回来。所以娇娇，你也必须好好活着。狗天道拿走我的妖丹，就想让我死？不可能！我还等着楚楚给我买更多花衣裳，也等着亲手暴揍苍龟。这才是我认识的娇娇。主人，此时已经过了，表弟还在等你回家。坏了！表弟，哥儿，我回家了。酒好喝，好喝。所以连时辰都忘了。娇娇刚找回来，当然要多陪她喝几坛。伤还没好，就敢把自己喝成这样。坐好。云素，你是不是故意晃我？戳你双眼，再戳你鼻孔，让你整日冷冰冰的，怕了吧？我怕极了。知道厉害就好。怎么麻麻赖赖的？你的毛呢？表弟，你秃了，你怎么能英年早秃啊？尾巴呢？尾巴的毛毛呢？你就那么喜欢尾巴？喜欢。尾巴，我的爱没了。这么伤心，那便哭吧。兴许哭得好听些，毛茸茸的尾巴就长回来了。等针。等针。我的尾巴不够动听。表弟的尾巴呀，太过虚伪。刺耳。哭不出来了。喝点水润喉。还要？诶，表弟，你怎么跑到这边了？两个表弟，你会分身术？以后还喝这么多吗？高兴不就得庆祝？甜的，蜂蜜水。慢慢喝，也好醒酒。好吧。表弟真好。口蜜腹剑。表弟，尾巴的毛毛长回来了吗？你自己动手，不就知道了？果然长回来了。
尾巴，不许摸了。表弟小气。你老实些，下次再给你。怎样才算老实？乖乖睡觉。那你说话算话。贺青的眼光倒还不错，这耳坠的确很适合他。表弟说话算话，尾巴我的。尾巴你的。我昨夜干什么了？我还摔跤了。主人昨夜醉糊涂了，还霸占了表弟的床。表弟竟然把床让给我了，好狐狸！可我的嗓子为什么哑了？哭多了。什么？主人昨夜抱着表弟的尾巴不肯撒手，尾巴被收走后，你便一直哭着咬。表弟陪主人折腾了许久，才把你哄睡。就是闹人药，以后绝不能再喝这么多。醒了便出来用膳。好嘞。木木，这是谁给我的？表弟，别动，别动，让我看看你的眼睛。看出什么了？什么颜色？黄色。这个呢？紫红。好受伤。你以为我将自己的变色之力给了你？不是吗？这只是一枚普通耳坠，可上面附着的力量不但能让我重新看见颜色，还能遮住右眼的异常。你右眼颜色异于常人，太过显眼。再者，我为何要将自己的变色之力给你？云素又不欠我什么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把变色之力剥离出来？好看吗？勉强。口是心非，心里肯定觉得我美极了。这份礼物我很喜欢，谢谢你，表弟。明明只剩黑白，他一笑，却像重新生出了姹紫嫣红。用膳。在没弄清那扇画门究竟是什么之前，妖皇之尾暂时还不能还给你。不急。我喜欢尾巴，却不会贪下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女人，你好狠！谢谢夸奖。你是准备老实交代，还是回去继续接受木木的照顾？我坦白，请求优待俘虏。说吧。你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是大魔王。别打！我是一扇门，我就是一扇门，总行了吧？你在耍我？它本来就是一扇破门，这种话还用得着特意交代？不是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再说废话，割了舌头。我是一扇剑门，能够连通此时与魔地。魔地？那是什么地方？万恶起源之处，邪魔汇聚之所。人族有自己的疆域，妖族也有妖国，魔自然也有自己的领地。魔地里有多少邪魔？嗨，魔就是魔，一群没脑子的东西，哪称得上什么种族？这世间还是人族与妖族最厉害。照你这么说，你也是个没脑子的。人家只是一扇门嘛。只是一扇门，却需要魔猴之手与妖皇之尾共同封印。你这扇门未免厉害的过头了。我知道的真的都说了，现在人家都是大姐你的掌中之物，哪还逃得出你的手心？禁区是谁造出来的？不知道呀，我刚被召唤过来就被封印了。这样啊。木木，继续审。交给我！说好的坦白从宽的，主权你不讲信用，满口谎话还敢骗主人！表弟，看来咱们真弄了个大家伙，一个满口胡话的魔，一扇被天道封了嘴的剑门。你说，1000年前楚一侯与妖皇究竟是怎么死的？天知道。是啊，天知道。天知道，当年之死，恐怕不只是楚家那11个草包设下的局，门灵、魔地，还有处处留下痕迹的天道，
都藏在这盘棋后面，那便慢慢查。我倒要看看执棋的人到底是谁。倒是可惜了妖皇，若他还活着，我真想与这位冤种喝上一杯。楚一侯不冤，冤啊，千古奇冤，2个冤种，敬楚一侯。敬妖皇。管他天道还是邪魔，既然重新活了过来，总有一天会把暗处的真相全部掀开。西西呢？梅府。在富贵儿府上，正好。我已给梅府递了帖子，明日过去拜会。富贵哥哥，宝宝牙疼。西西，你好惨。没关系，哥哥替你多吃点。富贵哥哥坏，宝宝去找大青青。大青青是谁？阿大，我昨日带回来的那些骨头呢？老爷嫌晦气，让人全丢进池塘了，还说少爷再往家里捡这些东西，就打断您的腿。那可是祖宗，我这不孝爹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不孝子孙，天打雷劈！老子弄死你，让你们这俩龟儿尝尝沉塘的滋味！庸脂俗粉不要，难知呢？把你们新来的娇郎叫来，再给我表弟选2个会伺候人的姑娘。他右眼不是有问题吗？怎么突然好了？以前竟没发现他生得这般惹眼。郡主，云公子，楼上请。楚楚，想我了吧？讨厌，头发都给人家弄乱了，一点都不优雅。哟，表弟也来了。楚楚，好看吧？表弟送我的，我又能看到颜色了，右眼看起来也与常人无二。好看。多谢表弟。这位妖君与想象中完全不同，他与楚群之间也不像先前猜测的那般。表弟，过来吧，娇娇与你开玩笑呢。今日就是在你这里露个脸，以后我也能光明正大的过来。我昨日给梅府递了帖子，待会儿一起去找富贵儿。好呀。张嘴。对付娇娇这种人，谁先害羞谁就输了。你只要比他更大胆，他肯定先怂。楚楚，不许卖我！谁说我会怂？你呢？你会怂吗？你呢？你会怂吗？我分明在教表弟对付娇娇，怎么坑落到自己脚下了？谁让他先问我会不会怂？左拥右抱，人生赢家。哪里哪里，要不分你一个？大哥，富贵儿啊！大哥，我扶你进去。少爷，你初恋换口味了？胡说，这是我大哥。梅少爷唤我娇郎就好。娇郎好，娇郎妙，娇郎呱呱叫。梅家人不要脸的本事，果然一脉相传。小圈圈，你拿我的尿壶做什么？只是觉得有点丑。主人，稳住，咱们不能仇富。是吧？我也觉得，拿去给后院猴子当水盆，再换个玉雕的来，那个才配小爷的气质。没任凭那个卖屁股的，按理说不该有后代吧？我也觉得。没有血缘，弄死这小子不算对不起老梅吧？我杀他之心已久。怎么突然冷飕飕的？西西呢？他昨天牙疼，说要去找什么大青青，这事儿我也纳闷，我还以为他去找你们了。那不用管，是他秃爹的朋友。小华如还有个爹，狐狸尾巴如何？养父吧，时而入土，时而出土。以后有机会，我带你去挖坟。有宝贝。大肥羊。
初一后，你很好。富贵儿，我和娇娇表弟都仰慕丹王老前辈许久，想去他坟前终养瞻仰，方便吗？方便啊，我家老祖最喜欢热闹，有人拜他，他求之不得。你怎么知道？家族史上写的，老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就是让后人给他建庙立碑，日日敬仰、吹捧、夸赞他。府上谁病了？回少爷，是老爷，今日连早朝都告了假。我爹？怎么没人告诉我？老爷说不能打扰少爷睡大觉。我爹还挺懂事。小富贵，你爹不会叫没福气吧？怎么可能叫这么没戳戳的名字？家父单名，东西南北中的中字，没种。丹圣珊珊，真是好丑的一男人。萧郎大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丹圣祖师爷这叫鹦鹉，这叫男人味儿。感觉到了，扑面而来，味儿很重。丹圣珊珊，该是女子才对。丹圣珊珊，该是女子才对。表弟怎么知道主人是女子？不可能，这画像可是我家丹王老祖亲手画的。他与丹圣珊珊乃是莫逆之交，怎么可能连男女都画错？很好，死了还敢把我画成男人。昨晚酒喝多了，我出去透口气。娇娇，你替我好好拜一拜丹王老前辈。放心，我一定拜得明明白白。表弟方才为何说丹圣珊珊是女子？过去曾有族人见过她。丹圣珊珊与楚一侯认识？或许吧。都是千年前的人，见过也不奇怪。表弟那位族人还在吗？不在。他怎么见到珊珊的？巧合，受过他的施药之恩。当年的我可不乐善好施，能让我送药，那位妖族多半有条极漂亮的尾巴。郡主，表少爷，我家少爷呢？庙里出什么事了？老爷出事了！我爹怎么了？痔疮又犯了？御医这么没本事？不是屁股，是脑子。御医说老爷可能撞了邪，还得请镇妖司的人出手。你来呀！你来了就别想走了！天地有正气，邪魔不可侵。我梅中堂堂正正做人，尔等邪魔竟敢进我猪笼！我打！我爹真疯了！是啊。楚楚，他身上不对劲。富贵，上次我在禁区给你的镜子呢？镜照邪灵，无所遁形，诛邪！爹，爹的好胆儿，吓死爹爹了！爹爹这小心肝现在还扑腾扑腾的。不怕不怕，儿在呢。让诸位见笑了。爹，我没笑，我儿孝顺，心疼爹。这位户部侍郎对孝顺的要求实在低得惊人。爹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刚才为什么一直嚷嚷着进猪笼？昨夜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有一颗缺牙的骷髅头把我拖进池塘，沉塘还不算，又把我关进猪笼，他还一直骂我不孝子孙。那颗骷髅头去哪儿了？昨晚我也做梦了，梦里天打雷劈，一颗骷髅头追着我，非要咬我屁股。咬着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何等雄姿英发，转身就是一脚，把他送去了千里之外。厉害厉害！娇娇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那颗骷髅头，我在禁区里见过，他跟了这家伙一路，一开始被我拦下，后来又偷偷跟上来。我本想带出来看看，他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然后呢？后来见到楚楚太高兴，我忘了，就随手丢了。主人，娇娇好像也不太靠谱。木木，不许拆我的台。骷髅头是富贵带出来的。对，瞧我这记性！阿大，小爷从禁区带回来的那些骨头呢？少爷，老爷嫌那些东西晦气，已经让人全丢进池塘了。我算是知道，你爹为什么会在梦里被浸猪炉沉塘了。都别碰了，
这些骨头全沾着禁区邪气，再留几日，整个梅府都会变成巨魔之地，引来恶妖邪祟。你把这些东西回来做什么？炼药啊！不是小拳拳你说都留着吗？没人品，我欠你的。所有人先上岸，全部捞出来，一块都不能留。木木，这位表弟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狐狸啊，一尾好狐。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他明明是妖，用的却是人族儒法。你过去见过哪只妖有这本事？主人也能用妖术呀，谁还没点秘密？主人信他就够了。哼，小马屁精。楚楚见了好尾巴，只会想着摸一摸，可当狐狸的却未必只想与他做朋友。表弟累不累啊？来，我替你擦擦汗。啊楚楚，你作死啊！我的衣裳！死娇娇，胆儿肥了。你倒是纵着他，不纵着他就要闹，他最爱闹，也最会哭。你怕他哭？不怕哭，怕哄。他哭起来才叫吓人。你若不信，改天把他弄哭了，自己哄哄试试。我信。啊，表弟，小拳拳，你俩怎么回事？你们背着我有奸情啊！你们背着我有奸情啊！梅富贵，你过来！救命！小拳拳恼羞成怒了！大花救我！俺觉得你该少说两句。表弟，你倒是解释一下呀！与我无关。出去，这些邪骨不能与门铃放在一起。他会不会已经跑出去了？他既是冲着富贵来的，应该不会轻易放弃。昨夜只是入梦报复，没有直接伤人。究竟想做什么，等他再次现身就知道了。他昨晚还被我踹了一脚，那他更不会放过你了。夜深难眠，想与表弟说说私房话。表弟若没空，我去找楚楚也是一样的。来呀，表弟，有话直说。我家楚楚虽然不太着调，其实是个顶好的姑娘。她最喜欢皮毛水滑的小动物，尤其是狐狸。我看表弟皮毛应该不错，要不要给楚楚当个暖床小妖？可不是谁都有资格给她暖床的。你常替她安排这些？以前她年纪小，不好安排，现在安排也不迟。楚群伤势未愈，还有心思找人暖床，想来伤得并不重。你说左手，正因为受伤才需要人伺候吗？他的左手被灼伤的几乎只剩白骨。谁伤的？他自己，或许是饿了便砍了自己的手，又或许是为了从某处取出什么东西。表弟知道的可真多，不知表弟还知道些什么。他不想让我知道的，我一概不知。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。多谢。为什么告诉他？那死丫头显然不想韩龙知道，你就不怕他发现后怪你，甚至怀疑你？那便怪了。你想替他收拢人心，根本没必要。即便韩龙不知道，也不会影响他对他的忠心。那不一样。他活着时，人族惧他、畏他，却从不爱戴他。为什么？若非他与八大妖君镇守疆土，哪来人族太平？1000年前，楚一侯之名可镇天下恶妖，妖族惧他，却也敬重他。为何人族只将他视为魔头？因为他太凶。因为他不说，他从不提自己做过什么，也从不解释背负的骂名。功绩属于天下，恶名却全落在他一人身上。他不说，所以你替他说。帝臣，你对楚群动心了。帝臣，你对楚群动心了。本君敬重楚一侯，替他不值罢了。狐狸也喜欢自欺欺人。你这狐狸，每次说不过就把老子变鸡。当当，天空一声巨响，宝宝闪亮登
哥哥有没有想宝宝呀？贪吃，牙还疼吗？才不疼，一定是富贵哥哥乱说的。对楚群动心？不，只是销魂瘾尚未解除，又或者她是西西的娘亲。若让这小傻子知道亲娘受过多少委屈，定又要哭闹，仅此而已。厚颜无耻，丧尽天良！怎么了？表弟欺负你了？坏楚楚，都怪你把我袖口弄脏了，我不管，你得赔我。赔，别哭了。夜深了，富贵那边我去盯着，你早些休息。主人，我可没出卖你。我知道，那就只有表弟了。他明知竹之之被你取走，却把手伤的事告诉韩农，会不会是在试探你？表弟很聪明，真要试探我，不会用这种打草惊蛇的办法。那他为什么告诉娇娇？或许是气我不爱惜身体，他最会生闷气了。又或许是心疼我。表弟好温柔啊，是吧？我也觉得。他不想说的，我便不问；我不想让他知道的，他也不会强行揭穿。表弟，今晚一起看星星看月亮呀！出去。姐姐，回来只找香香哥哥，不想我了？才没有！香香哥哥说姐姐在忙正事。娇娇哭了。哦，你是罪魁祸首，我还得花钱哄她，你出钱。原来他不是来兴师问罪。好，表弟，我这颗心也受伤了，要不尾巴？云硕，你小气！少爷，外面有人找你，说要谈一笔大生意。斗鸡姐，原来是你啊！梅富贵，梅少爷，在下江东周胜安，是文远侯夫人的堂兄，今日前来是想买一枚冰肌玉骨丸，给斗鸡姐治脸。药可以卖，不过她欺负我家小群群在先，得加价。双倍如何？双倍，一枚冰肌玉骨丸原价50两黄金，你出100两，就想让我出卖与小群群的感情？哼，你们穷疯了吧？你究竟要多少？1000两黄金一枚，不二价不讲价，拿不出就滚！阿达，敲锣，让街坊们都来看看。光天化日，讨饭讨到我梅府来了，没天理啦！梅富贵，你别欺人太甚！怎么着，还真想在我梅家撒野？小爷就站在这里，你们有胆动我一个试试？黄口小儿，竟敢侮辱我江东周家！楚群，你的眼睛怎么好了？你就是楚群。准备好接受毒打了吗？境界分明不及我，这股力量为何如此恐怖？楚群郡主，误会，周某今日只是来买药，并非有意挑衅。误会。你对富贵释放威压时，可不像有误会。小舅舅，你怎么能嫁给他？坏女人！鬼啊！胶囊救我！表弟，人家也吓坏了，要抱抱，你确定？突然又不怕了。楚群郡主，菲菲与你到底是姐妹，你何必这样一再辱她？说得好，你不提醒，我都差点忘了，我还没侮辱她呢。菲菲，堂姐！走你！诸位都看看，这3人上门求药，嫌药贵便想动手抢，还反过来说我们梅府欺负人，
楚群，周家老祖乃万界强者，你敢如此辱我，就不怕报复吗？万界，他若不瞎，怎会让你们这种蠢货活到现在？剑修的佩剑需要以精血常年酝酿，想来你在这柄剑上花了不少心力吧？楚群，你想做什么？小舅舅，楚群，你这个妖精！你那只狗眼，还是继续瞎着比较好。戏看完了还不走？等等，这么精彩的戏白太多不好意思，有钱的捧个钱场。阿大，收钱！这年头的人也太抠了。郡主，有个出手大方的。淡台幽见过郡主。有眼光，多谢。多谢郡主之前在13楼救了族兄。好说。在下听闻郡主乃儒武双修，想与郡主交流一番。要打架？并非。交流不就是打架？打可以，但不能白打。先交定金，时间由我定。定金要多少？我觉得这顶冠不错。郡主若喜欢，便赠给郡主，凭金另算。那倒不用。谭台幽是吧？我记住了，改日找你打架。给你，答应过送你顶金冠。就知道楚楚最疼我。金冠是给我的，这狐狸怎么不吃味了？我就这么没威胁？走吧。老师，他会是我们要找的人吗？如今世间的儒武双修，只有他与帝晨，帝晨难以接触，只能先从他下手。那位天道眷顾者给我的感觉不像人。最奇怪的是，他与云树的奇境连在一起。幽儿，不可再窥！能抹去窥天者所见的，恐怕只有天道。若他真是我们要找的人，山主就有救了。东篱谭台家并不简单，这一带很可能出了窥天者。表弟这么富，是准备支援我？想得挺美。主人，咱们发财了，终于能把它融了，我楚群富贵了。真是好火。表弟，走，干活。邪气没看见，倒有一股功德气与晦气缠在一起，正在城中到处乱窜。小群群，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表弟，你说一个人做了什么才会遭天打雷劈？不孝子孙，天打雷劈，是吧？富贵儿，我有个不情之请。什么？介意我挖一下你家祖坟吗？挖我家祖坟？声音小点儿。所以我家老祖可能没死透，那还等什么？挖！快！我爹和府里人都被支开了，抓紧挖！你怎么办到的？我往我爹屋里藏了个肚道，又把我娘引了过去。我娘正给我爹上家法，全府都去看热闹了。坑爹还得是你。香香哥哥，快进去，去晚了就没得挖了。这个小傻子究竟想没想挖老祖的坟，还是迟早也想挖亲爹的坟？这棺材，富贵儿，你家棺材都是实心黄金，还好吧？黄金又不值钱。主人，冷静，咱们现在也有黄金了。老祖恕罪，老祖莫怪，明日孙儿一定给你烧100个美女纸人下去洗脚。竟然有点羡慕梅富贵。梅任平这家伙，世人骂他、惧他、恨他，这个从来没句正经话的人，却把他的灵位藏进了自己的棺材，丑死了！这是什么审美？梅任平那些年赚的钱，是不是都拿来给主人做牌位了？又是个笨蛋！我家老祖的骨头呢？怎么只剩个牌位？楚一侯的灵位为什么会在我家老祖棺材里？难道楚一侯是我祖奶奶？这种好大孙，楚一侯要不起。你家老祖若听见这话，没准真会活过来谢谢你。没准，他真的活过来了。
你怀疑那个骷髅头就是梅任平？不然呢？我没事来挖他的坟取经吗？你在禁区和骷髅头交过手，没认出来？你指望我凭一颗死人头认出梅任平？也对，那厮活着时你都日常无视他，更何况死了。若真是他，很多事便能解释了。可他为什么会在禁区？可别是去给他陪葬的。不过，他现在又跑去哪儿了？换你，你敢留在梅府？老梅死后好惨，心疼死我了！梅家家风太厉害了。再听下去，真担心自家儿子的孝道会越走越偏。王者归来，梅富贵、梅忠，你们两个龟儿子，你们完了！这些地方都出现过功德气与晦气交缠的痕迹。分头去找，有发现立刻传音。我让13楼的人也动起来。我也去，我家老祖最疼我，看见我肯定主动出来。行，你跟着大花，俺会看好他。主君有何吩咐？找头。秦哥，主君真变了。楚群虽是小祖宗的娘，可他俩1000年前不是死对头吗？两族交战各凭本事，妖族死妖，人族死人，胜败生死都看实力。楚一侯能赢，那是他的本事。可他当年带着人族和妖国打了那么多仗，你那时年纪小，有些事不清楚。若不是楚一侯及时止战，人妖两族哪能这么快休养生息？主君当时也不愿继续打下去。他虽胜过妖国，却没虐杀俘虏。1000年前，主君对他便有几分惺惺相惜。他是不杀俘虏，就是把皮毛水滑的大妖全薅秃了。我说错什么了？我爹那不孝子，居然把老祖的头沉了塘。俺记得你还准备拿他当药材。胡说！我何曾做过这种大逆不道之事？我日日跪拜丹王老祖，晨起3炷香，隔3叉我还给他烧纸人。你在禁区也剃过那颗头，都说了不是同一个头，我家老祖的头必然圆润丝滑，岂是普通石头脑壳能比的？俺觉得你在忽悠俺。他不对劲。梅富贵，这当傻子疯了似的。梅富贵，你又疯了！梅富贵，你个天打五雷轰的龟儿子，给老子站住！救命啊！小拳拳拳，牛疯了！小狼，牛疯了！你跑什么？屁股给你，就放过。找到你了，老梅。附在牛大花身上的魂魄，绝对是梅任平。有些乏了，我回家等你。有些1000年前的旧事，他未必方便开口。这小子怎么和老梅的头混到了一起？先带回去，还不滚出来！走，先去娇娇的地盘。还不显形，等着我给你烧香上供呢。珊珊呀，我死的好惨呐！我那些不孝子孙天打雷劈呀！他们要拿我炼药磨粉，还把我沉塘啊！朱寒农，你个睁眼瞎！老子在禁区里出现那么多次，你次次视而不见，老子的牙全被你打烂了。不愧是你啊，梅任平爷，活着就丑，死了更丑。人家对长得丑的一贯记不住吗？死长虫，你记得住什么？逼我炖了你是不是？炖啊！有胆你就把老子炖了！生前吵，死后还吵，你俩不腻吗？老梅，你是不是吃醉娇娇每次只黏着藏龟不搭理你？我叫梅任平，又不叫没品位，明明就很在乎对方，一个比一个嘴硬。小木头又胡说八道。今夜我刚把你的坟挖了，老梅，你给我做的黄金牌位还挺值钱，谢谢了。嗨，自家兄弟说这些，说说吧，你的脑袋怎么会在禁区里？可别告诉我你也学他们给我献祭了。献祭了身体，就剩个头。死长虫，你是不是非要？献祭是不可能献祭的。
我一个单修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，狗天道看得上我什么？那你为什么会进禁区？当初珊珊你被害死后，他们一个接一个都没了。我去见过木木，知道了献祭的事。老梅，别哭哭啼啼的。我没什么本事，就算献祭，狗天道也瞧不上。但我知道，珊珊迟早有一天会回来。你归来之日，就是楚家那些草炮付出代价之时。有些事死人做不了，活人能做。我梅任平成了丹王，珊珊就必须是丹圣。楚家人说楚一侯是灭世魔头，我便偏要造一个丹圣山出来。他们要世人骂你、恨你、唾弃你，我偏要世人为你立庙塑身，对你顶礼膜拜。我要梅家后人享尽世家富贵，要天下财宝尽归我门下。等珊珊归来时，便能借梅家之力东山再起。可恶，被你装到了啊，老梅。活着那么丑，死了倒挺会耍帅。那是。等等，你们不会都哭了吧？快哭大声点儿！我居然能把楚一侯弄哭，我太厉害了！正感动呢，你打什么岔？谢谢你，老梅。自家兄弟说这些做什么？所以你究竟怎么进的禁区？楚家人最后对你下手了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走进去的。那时我已经快死了，交代完身后事，就去了禁区。为什么？不是珊珊你入梦叫我去陪你的吗？我那会儿我都死得梆硬了，哪来的本事叫你来陪葬？就算叫，我也应该叫个皮毛厚实。很奇怪，老梅，你没怀疑过？怀疑啊！可那会儿我都要死了，怕个球！我进禁区后没走多远就断气了，鬼知道为什么只剩个骷髅头，还留着一口魂气。直到梅耀福龟那鬼眼把我刨出来，我才醒。哎呀，大姐，你终于想起我啦！雷任平被召进禁区，是你捣的鬼，我哪有那本事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没准是他太想你了，又或者是因为他知道太多。狗天道，他先诱使我们献祭，又抹去记忆。老梅知道献祭的事，所以才被他骗进禁区灭口。禁区邪气纵横，或许他临死前太想见你，反而得了一场机缘。木木，拔舌头。错了，木木大王饶命啊！楚一侯，你会再次召唤我的。下一次你一定逃不了了。召你便召，召回来一次我罚一次。对了，谭台优找到我时，抱着我的脑壳念叨过一句“王者归来”。富贵那边怎么解释？他的子孙让他自己解决。我就剩个头，离开你的北域，连话都说不了，怎么解决？死长虫，我要上你！缠我身子没人品，你胆子够肥啊！我是说上你的身。早说嘛，不见。敢用我的身体乱来，我就把你炖成汤。老子早就想打这条死长虫的脸了，这长虫的屁股还没我翘。滚去办正事。娇娇最后问你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回答？你当年到底怎么娶妻生子？别提，那是老子2辈子的痛！你们这些渣女，欺骗我们纯洁少男的心！没人品，当年不会被人占了便宜，又被甩了吧？下回该介绍表弟与他认识。现在的男孩子出门在外要当心。郡主，我家主子刚刚居然捏我屁股。淡定，小场面。小君君救！今天老子就让你个不孝子孙知道什么叫残忍！娇郎今晚如此也，我要助你的局。好嘞，人家一会儿就来陪你。楚群郡主，醒了就好，给钱，走人。13楼住一晚很贵，我救了你，总不能还让我付钱吧？这里是青楼。你觉得吃亏，可以叫2个姑娘。不必。今夜镇妖司公干抓到一只骷髅小妖，托你的福，他已经归案，不过身份还没查清。谭图公子可有消息提供？我不知道他是何物。是吗？大半夜抱着骷髅头满城游荡，只是在赏月？树、龙、骷髅头。主人，这小子果然有鬼。什么意思？郡主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在下无意冒犯，只是有事想与郡主商量，明日午后可否一见？好说。谭台家这一代的窥天者，
就是你吧？窥天者的存在是绝密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楚氏皇族一向喜欢防微杜节，东篱王府出了个窥天者，若让陛下知道，他大约会很头疼。郡主误会了，在下方才并非威胁。可我不喜欢被人威胁。明儿见。楚绝，你到底是谁？梦梦，小冤家。醒了没，表弟？醒了还不放开我？你最近旧疾发作的有点频繁啊。他怎么回事？他不听话。你的尾巴怎么总有自己的想法？你可以自己问他。你带着西西回来，自己却在这里喝闷酒。没有。你醉了？没有。没醉，尾巴为何这么缠人？不喜欢。喜欢啊。渣女。过分了！今天一个两个都骂我渣女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云旭，你在闹什么别扭？没闹，只是对自己的失控不悦，也对两人的关系感到茫然。那颗骷髅头是梅任平，我的旧友。他主动告诉我这些，等于亲手推开了两人之间的墙。你早就猜到一些了，不是吗？娇娇也好，梅任平也好，以你的聪明，不会想不到。他终于准备坦白自己是楚一侯了，可1000年前我们之间算不上友好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不要被吓着。其实我是丹圣珊珊。你是谁？丹圣珊珊。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你的冲击有点大，没想到吧，我竟是如此强大之人。1000年前在黑市拔走我狐尾毛的人，竟就是楚一侯。主人，表弟好像真的很震惊，只是丹圣珊珊就吓成这样，要知道我是楚一侯，他不得当场打摆子？既然如此，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可好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听秘密了。给我下销魂饮的人并非楚明玉。不是那渣女老太婆，那是谁？楚家人与你有莫大关系，还能是谁？怎么可能？睡了你的屎？怎么可能？这也太狗血了！这个问题有这么难猜？这也太狗血了！你对我好，难道是因为……不对，我是人，这不合理。你以为是谁？你说是楚家人，与我有关系。事情发生在30年前，从我这里往上数3代，符合年纪的女人只有楚明玉和我那位便宜长公主母亲。要是我那便宜娘与你有了我怎么也该是个半妖。狐毒不食子，我劝你冷静。狐毒不食子，你想认我做父不成？认你当金主爹爹也不是不成，不过我还是觉得金主表弟更好听。表弟，你弄疼我了。真不知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。表弟，你有点飘啊！吾乃丹圣珊珊，论真实年纪可是你的长辈，要懂得尊老。不知所谓，别动。我又不是瓷娃娃，被捏2下而已，哪用得着擦药？女孩子可以娇一点。小13，不必凡事都扛在自己身上。以后便叫楚群和好，一为师，后为君，合在一起便为群。女子着裙，愿以后有一人将你放心头，赠你流仙裙，待你掌中娇。表弟这么温柔，来日定是个好爹。方才在想谁？一个兄长，很好的人。表弟还真狡猾，我的老底都交代了，你还和我藏着掖着。有道理。想知道我的秘密吗？秘密当然要自己挖出来才有意思，你可要藏好点儿，表弟。他越是不问，我越无法抽身，像一根无形的线落在他掌中。
只有自己被拉入局中，未免太不公平。你也要藏好一点出去。所以，当初到底是谁睡了你呢？不是我那便宜娘，也不是楚明玉，总不能是远帝吧？滚！恼羞成怒了，该不会真让我猜中了吧？远帝居然男女通吃，楚一侯这等渣女，还是扭断脖子最好。小拳拳，救命啊！富贵儿，你怎么才来？你不知道我昨夜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太残忍了。哇，你真惨。还好，我祖宗比我更惨。你快去救他吧，再晚些咱们中午只有席的份了。你祖宗和你说什么了？他说你是丹圣姗姗转世，可我觉得他是死太久死傻了。丹圣姗姗明明是男人，就算转世，也不可能转世成女人。小拳拳，你说是吧？梅仁平到底在哪儿？后厨，胶囊正准备拿他煲汤。现世报来的真快。香香哥哥，汤好喝吗？最好别喝，傻头煲傻汤，喝了会变傻。哼，那得快点阻止漂亮哥哥，不能让他变成傻哥哥。郡主，您可算来了。楚楚，你个没良心的，竟然舍我而去，我脏了。他竟然做出那样卑劣的恶行，玷污了我的清白。昨夜他哄骗我，做出了好多让我难以忍受的龌龊事。他竟如此荒唐，太过分了！你等着，我这就替你讨回公道。让你作死，只剩一个头了，还敢招惹娇娇？你还委屈了？娇娇真想炖你，哪会等到我来？算没人有好狗运。漂亮哥哥乖，不喝汤就不会变傻。表弟，借一步说话。好。表弟和娇郎几时关系这么好了？他们关系不好吗？宝宝觉得挺好的呀。你不懂，他俩以前暗湖汹涌的很，难道又是我家老祖的功劳？以表弟的聪明才智，应该早猜到我是谁了吧？妖君竹寒浓，楚楚可告诉你，他是谁？他说自己是丹圣姗姗。他没骗你，我知道。楚楚一向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。他既把你当朋友，便不会对你的秘密刨根问底。可我这当妖的与他不同。你做什么？果然如我所料，你把变之力给了楚楚。烛龙一族的神通可以短暂连通旁人的视野，方才我连通了你的视野，看到的却是一片黑白。表弟对我家楚楚真够舍得。现在你对楚楚的狼子野心我也知道了，以后咱们便算自家人。狼子野心？说错了，是狐子野心。我家楚楚很抢手，虽然我觉得你这只狐狸还不错，但不代表我会站在你这边。眼睛的事不要告诉他。追姑娘还玩默默付出这一套，可是会吃亏的。我对他无意。嘴硬。作为交换，你替我保守秘密。我替你取回剩下的一只龙木与龙鳞。他们都在皇城。云素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想保护他，所以才试探我。可我给他变色并不能证明什么，区区变色之力也不足以判断人心。他从未谋算身边人的心，所以才得尽人心。与其试探我，不如好好利用我。朱寒荣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让你替他来利用我。朱寒浓，我给你这个机会，让你替他来利用我。表弟，你还真是吓到我了，很令人心动的交易，但不行，我若真利用了你，楚楚会生气。龙木龙鳞即便取不回来也没什么。你若真想帮忙，我倒有一件事要拜托你。你说。你既知道我是朱寒浓，便该知道我乃楚一侯旧部。昔年楚一侯被害身亡，我们这些旧部与天道做了一场交易，献祭自身，换他一线生机。难怪楚群会为了寒浓不顾一切。桃源木灵本该陨落，却仍以木杖之形守着他。为了留下木木，他是否也付出了同样的代价？可狗天道骗了我们，楚一侯并未归来。你想让我帮你查什么？朱雀在你手上吧。你既猜到我是朱寒浓，他就没告诉你什么。妖君竹寒荣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
你这白眼鸡都没死，我怎么舍得死？你可是全告诉他了？告诉什么？当年的事我已经记不清了，甚至连那丫头的模样也忘得一干二净。我对不起她，要打要杀，皆随你。他竟没有认出楚楚，你可敢指天立誓？我朱雀发誓，方才所言绝无假话。楚一侯出事时，我不在他身边，你目睹了全程，应该知道怎么回事。他死前一直闭关，楚家那11人以太子变威为由，将他骗了出来。交手途中，他毫无征兆的力竭，那些人还说楚一侯的血能救太子，可那时太子早已经死了。他忽然力竭，楚家那11人早就知道他身体有异。是我怀疑，当年有人向楚家那11人通风报信。你怀疑楚一侯身边有叛徒？表弟，你年纪轻，可能不清楚楚一侯全盛时有多强。我即便龙木龙鳞妖丹俱全，他也能单手吊打10个我。哦，这一点我信。他似乎也受了伤，伤在何处？我竟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当年守在他身边的妖君是谁？般若。孔雀明王，妖君般若。你忘了楚一侯的模样，倒把那只死孔雀记得牢靠。都是当鸡的，所以记得这么清。你这条长虫还种族歧视？有你说话的地方吗？闭嘴，白眼鸡！哼，不管他当年有没有背叛，般若一直留在王都，常伴楚一侯左右。若能找到他的残魂，或许能知道真相。除了藏龟，我谁都怀疑。藏龟在我眼前献祭，血肉神魂归于山川河流。至于其他人，我可没亲眼看见。真正的叛徒不会为楚一侯献祭，必然还好端端活在世上。我知道你在镇妖客里有人，我要你替我细查此事。我查过与楚一侯有关的旧典，里面记载过8大妖君：桃源妖君木木、烛龙妖君韩农、山川之主藏龟、孔雀明王般若、杀戮协同吞佛、魅灵之祖拜月、南海蛟王听虚。旧典只记了这7位，第8位妖君是谁？一直跟随楚一侯的，本就只有我们7人。你说的第8位，或许是楚一侯最后收下的那小子。般若和吞伯与他熟悉些，那时我与藏龟已经去了东洛，并未见过几次。那小子与表弟你倒是同族，可惜是只秃尾巴狐。第8位妖君是狐族。你俩干什么去了？背着我有小秘密？是啊，我和表弟好着呢。楚楚是不是吃醋了？闷狐狸不解风情。不是哦，香香哥哥会变出尾巴给姐姐玩，还会脸红红，很有风情的。的确，长尾巴的表弟风情万种。是吗？收好拳了。可以无限长摸了。你别后悔。摸尾巴这种事，我会后悔。嘎嘎嘎！表弟好狂，他怕是不知道主人撸秃过多少好尾。淡定，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，等我教他做狐。一言为定，你等着。我等着。还以为是只闷狐狸，原来是只闷骚狐狸。什么尾巴？表弟为什么会有尾巴？你惹的祸，你自己解决。就那种假尾巴，南风馆里多的很。有些客人喜欢妖族的耳朵尾巴，小劳为了揽客弄条假尾巴，很正常。啊，还有这等好东西！不过小拳拳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你什么时候去南风馆那种好地方了？居然不带我自己吃独食！是啊，你为何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昨夜没睡好，我要去补个美容觉。你祖宗告诉我的。想我当年还是个纯情女子，涉世未深，却遇上这个没人品。骨头坏坏，教坏姐姐，姐姐好惨！谁说不是呢？我太惨了。我家当王老祖这么无耻的吗？老祖饶命啊！没人平均只剩1个头，在外面连话都说不了，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。梅福龟手里有一只流虫，我怎么把那宝贝忘了？自己的虫儿子，转眼成了虫祖宗，老祖。闹这么急，你要闹聋老子？你个龟儿子！
珊珊，你个丧良心的！明明是你带我去的南风馆，还骗我说那是好去处，你好意思往我身上甩锅？什么东西在说话？真奇怪。等等，小群群真是丹圣山山转世？废话，老子还能骗你这龟孙儿？我有生之年我竟能见到喘气儿的丹圣山山，我太幸福、太幸运、太感动了！哭得真好看，以后别哭了。我能喘气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吓着你了。区区小事，我会原谅你的。那以后我是管你叫老祖宗，还是小群群？还是叫小群群吧。甚好甚好，我也觉得这样更舒服。不过小群群，你真惨，堂堂男儿变成女子，很不容易吧？放心，咱们毕竟生死与共过，我不会嫌弃你。以后咱们还是好兄弟。果然，老梅，你还是断子绝孙比较好。果然，老梅，你还是断子绝孙比较好。小群群好可怕，不过我懂，男人混成他这样，就算重活一世也是屈辱啊。你别说了，老祖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待他如亲爹，弥补他此生遗憾。变成活太监也没什么，咱们梅家有钱，总能解决。云轩，你放我下来！佛一姐姐姐，以前真的是男人吗？那宝宝以后是不是该叫你哥哥？让姐姐静静。表弟，刚才你把楚楚扛走做什么？白瞎一场好戏。闹。楚楚一向爱热闹，他爱看别人的热闹，不爱看自己。表弟果然很懂楚楚，狐狸就是体贴呀。若换成从前，这群古怪之人我早已敬而远之，可如今被他一步步拽进这片喧闹里，竟没有想象中排斥。楚群郡主，我家世子已在楼上等候。楚楚，我与表弟在楼下喝酒等你。现在可以带路了。说吧，澹台世子想怎么打，武斗、儒斗都可以，两样都要，我给你打折。在下不是来找郡主打架的，是有事相求。拒绝。请郡主留步，容在下调明原因，一字一金。澹台世子快坐，都是朋友，拘礼做什么？木木，数清楚，一个字都不会漏。在下想请郡主去一趟东篱。原因？我澹台家世代生于东篱，祖祖辈辈皆为山川之民，能延续至今，也是受山主庇佑。东篱何时多了一位山主？郡主可知山川之主藏龟？主人是大龟龟。1000年前跟随楚夷侯的妖君，他是你们的山主。正是。可我听说8大妖君早已全部陨落。1000年前之事，在下并不清楚。我澹台一族世代供奉山主残魂，族人皆为山主之仆。东篱人敬山川如神，我族每逢祭典都会向山主献上香火，从未中断。你们供奉楚夷侯旧部，却来找楚家郡主帮忙，澹台世子，你找错人了吧？这番话若传到楚氏皇族耳中，澹台家便是灭顶之灾。可我已别无选择。山主如今危在旦夕，澹台家一直流传一句真言：1000年至，气运出，子期居于中州，儒武双修者可救东篱。当世儒武双修，只有郡主与帝臣。澹台幽，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？光暗交错，一片大雾，有树影、龙影、奇怪的球，还有许多辨不清的影子。还有什么？毁灭！毁灭什么？毁灭一切！你是开启者，是根源。澹堂世子身子有点虚，别拿自己碰瓷。郡主方才是不是对我用了法术？我不是，我没有。刚才的事我都记得，若非郡主动了手段，我绝不会说出来。行吧，结账时给你打8折。既然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再说说帝臣，你从他身上看到了什么？在下没有见过国师，不过郡主身边那位天道眷历者，我倒看到了一些。他身上有妖的气场，还有一种火，像藏在万顷深海下的妖焰，一旦释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看不透他，也看不透郡主。这个窥天者看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。你说澹台家是山主之仆，证据呢？我族人的神魂中都有山主印记。是大龟龟的气息。藏龟献祭后若还有意识，韩农不可能毫无察觉。可这枚印记不会错。你们族内的真言从何而来？一直由族人口口相传，族中祭祀还能与山主通灵，
山主多次托梦，说东篱气数将衰。跟你去东篱，我有什么好处？郡主可知道古灵花？你继续。唯有圣人或大妖埋骨之地，才能生出古灵花。当时还能开花的地方，只有楚夷侯的埋骨处。郡主若愿去东篱，无论能否救下山主，谭台家都会赠上一朵古灵花。东篱地下竟还埋着我的一部分残躯。先把今天的钱结了。事关重大，你回去等消息。东篱，我必须去。怎么偏偏是东篱？必须赶在楚群之前动手！老祖，老祖，你吓死孩儿了，我还以为你又死了。闭嘴，继续跪着。富贵，带老子回屋。从今日起，白天梦里都给老子好好修炼，老子亲自教你炼丹。真的？不过梦里就没必要了吧？就你这修为丹道，随便来个人都能弄死你。一天到晚让珊珊护着，你好意思？吃软饭也是本事，老祖你这是酸。但愿你这龟儿子聪明一点，老子能教你的时间，怕是不多了。我去一趟镇妖司，东篱之事，你先别轻举妄动。去查谭台家的底细。楚楚，以后待表弟好一点。你舍得抛弃苍龟了？待表弟好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他向来待我极好。这次的事你怎么看？有蹊跷，但值得去一趟。山印是真，祭拜藏龟也是真，偏偏你从未感知到他的残魂。楚楚，你还记得般若吗？小和尚和阿宇，我还记得清楚些。月亮只记得他那头长发。般若，我应该记得他，却想不起他长什么样。眼下先想办法去东篱。算算时间，楚明玉也该被远地吸成人干了。你的另一只龙焰与龙鳞还在他手上，出发前必须拿回来。楚楚，表弟的能耐是不是很大？应该不小，有时连我都看不透他。你俩果然有事。我事先声明，我严词拒绝了，是表弟自荐真题。可恶，是他自告奋勇，说要替我取回龙木龙鳞。他还猜出了我的身份。他替你拿？怎么拿？那傻狐狸不会要去冒险吧？楚楚，你急眼了？换成藏龟去找死，你急不急？我和藏龟什么关系？你和表弟什么关系？哪能我与表弟是朋友，难道你与藏龟不只是朋友？你和大龟龟该不会背着主人偷偷好上了吧？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呀，这就走了。看吧，我就说他肯定有鬼。楚明玉被带回宫后，已经暴毙了。远帝算准了主君出关的日子，刚刚派人传召，请您立刻入宫。他又让李宗下了一趟禁区，恐怕已经发现古灵花不见了。没了古灵花，他自然会乱了阵脚。你去细查东篱谭台家。国师来了，坐。陛下找臣。朕让黎春去了禁区，奇怪的是，禁区之下竟真没了古灵花。国师觉得那朵花落入了谁的手中？在臣手中。陛下舍不得。国师乃朕之肱骨，区区一朵古灵花，朕岂会舍不得？既如此，臣还想向陛下讨要2件东西。国师但说无妨。猪龙之墨，猪龙之鳞。国师已从太常公主身上取走1只龙木，竟还不够。臣与陛下已经解气，臣的力量终归会属于陛下，不是吗？自然，这世间唯有国师不会背叛朕。龙木龙鳞于朕无用，给你也无妨。只是禁区里的古灵花，日后不要再取了。好，既然国师已经出关，便准备去一趟东篱吧。为何？东洛坦台家手里应有不少古灵花，朕修为迟迟不能突破，正需要此物。顺便替朕看看东洛王。他一向不服中州管束，若这次仍旧冥地不灵，便替朕杀了吧。好，此去东篱，把楚群那丫头带上，让她随你历练一番。陛下，国师越发目中无人了。妖性难驯，血脉再高贵，也是手下败将。帝臣再不甘，如今也是陛下的妖奴，生死都在陛下一念之间。
目中无主的奴才，还是要吃些教训。将龙木与龙鳞送去。那2样东西，似乎被朕丢进复古鬼沙里了。不过以国师的修为，想来去毒并不困难。刚才是老夫眼花了，帝臣的灾贼是不是笑了？您声音这么大，直接问他不是更好？他如无双修，骂不过老夫还能动手，老夫打不过他岂不丢脸？那渣女小骗子嘴上功夫与手上功夫都很得得，难怪会与这老头去尾相投。国师大人，请留步。帝臣，住手！这是复古鬼沙，处置者鬼气入骨，日夜承受啃骨之痛。陛下将这种东西赐给国师，究竟是何意？陛下的赏赐自然烫手，国师大人可要拿好了。哦，若是那个小骗子在这里，会如何收拾这种人？今天的风真大。哈哈哈哈哈！这真是那表里不一的臭小子。风这么大，李公公可得小心，别闪了舌头。主君，您的手。将东西装好。东流之行，让千越随同。本君不在时，镇瑶司事务由你主持。诺。远地要让楚一侯与国师同行，可是云虚也得跟着楚一侯吧？国师帝臣和表弟云苏总不能同时出现，主君，这可怎么办？主君，不会真被我问懵了吧？表弟，你怎么……东西给你，走了。云生，主子，出什么事了？那只死狐狸送了我2份大礼，既是礼物，主子为何如此紧张？云溪能这么快取回龙木龙鳞，难道真闯入皇宫抢了出来？表弟回来了呀！表弟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怎么干亏心事了？你想做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你过来呀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木木，绑了他。不对，换个绑法，绑成粽子，我还怎么下手？这就对了。你又要闹什么？嘘，闭嘴，安静。出去，别胡闹。等我检查完，确定你没有受伤，自然会能回馈。漂亮哥哥说了，香香哥哥为了帮他拿东西，可能受了重伤，必须让姐姐仔仔细细检查，每个地方都不能漏。他没有质问龙木从何而来，也没有追问我进了什么地方。他最先在意的，只是我有没有受伤。楚群，松开我。表面没有伤口，可缺肉筋骨，神魂和下半身都还没查。西西，钻进你哥哥100里，替我仔细看看。宝宝遵命。你的眼睛，你为什么总是不听话？你既然这么想检查，就不要假手他人。楚群，你敢吗？楚群，你敢吗？主人，表弟这次不对劲。你把西西送出去，是怕他乱来，还是怕他真看出什么？不是想查吗？自己来。少激我，你越藏，我越要查。香香哥哥，姐姐，你们不要打架呀！醒醒，你吓到西西了。够了。哪里够？我刚才扒你衣服做什么？应该直接把你面具摘了。他倒想看看这只满肚子心眼的狐狸方才究竟是什么表情。会有那么一天。说话算话，伤在哪儿？左手。
复古鬼杀，你疼不疼？还好，尚能忍受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这道理都不明白，你是不是傻？我是说，傻人有傻福，以后我疼你，行了吧？哦。复古鬼杀一旦入骨，便会日夜啃涩骨髓。坐好，我给你炼药。你真是丹圣珊珊？没见识，我如今修为不如从前，否则随便炼一枚通天丹，就能让你脱胎换骨，直接成为天妖。千年前，他留给自己的那枚丹药，原来就是通天丹。你曾给过很多妖通天丹？当然不可能，那东西珍贵至极，若非眉尾误人，我绝不会轻易送出。表弟，你方才那双赤金眼睛，让我想起一尾美妖。上辈子我还不是丹圣时，曾见过一尾受伤的妖，那条尾巴，真是我生平仅见，太美了。然后呢？我这人乐善好施，见他伤得不轻，便把通天丹送给他了。乐善好施。当年的他分明偷摸了我的狐尾，还拽走一片狐毛，被抓后当场滑跪，留下丹药便逃了。不过他还记得那场相遇，谁能想到当初穿着粗布麻衣的珊珊，后来会成为名震天下的丹圣与楚一侯。珊珊，怎么了？为何叫楚群？赠我流仙裙，待我掌中蛟。取名的人是这么说的。楚群。啊，复古龟杀的毒，该不会钻进脑子里了吧？名字很好听，会有人待你掌中蛟，待你如珠宝。你呢？云素不是真名吧？表弟真名叫什么？不论云素还是帝晨，都并非我的真名。妖皇之名过于贵重，凡人不可知，妖族不可轻唤。那个名字本该写在婚书上，交为结发，成妻成盟。归兰，好听。我手里的灵草不够，只能先这样，每日涂抹，1月左右，应该能拔尽鬼气。元帝下旨，让帝臣率人前往东篱，会带上你。远地，这么巧，帝臣出关了。那你呢？表弟会和我一起去吗？不一定。你不和我一起？手伤不便，还有些私事需要留下处理。表弟若不在，以后岂不是连尾巴都摸不到？归兰啊，你说帝臣的衣服好扒吗？表弟居然抛弃我们，太没义气了。你怎么看着快要过劳死了？我现在就是头牛，快累死的那种。那牛大花有伴了？俺不捡破烂，都怪我家重祖宗，白天逼我炼丹，梦里也不放过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？以前你日日烧香，求着丹王老祖教你，如今祖宗亲自上手，你还不乐意？那不一样，也不知道他急什么，像赶着投胎似的。再说，不还有小群群你吗？老梅很急。急呀！我这几日过的全是牛日子。梅任凭一贯看淡生死，传丹术不奇怪，可不该急成这样。他在赶什么时间？主人，梅任品是不是又瞒着咱们什么？晚些再问他。博士就是了不起。富贵儿，咱先不扒他衣服了，找机会把他的马车抢了吧。好主意。我的宝贝西西呢？大概去他爹坟头依依惜别了吧。也对，这次去东篱，一时半会回不来。爹爹，宝宝想死你了。爹爹想不想宝宝呀？帝西，不可顽皮。爹爹刚刚好像宝宝认识的一个哥哥，他也是狐狸哦。不过他和爹爹不一样，他会给宝宝买糖豆，宝宝犯错了他也不会打宝宝。更喜欢他？才没有，宝宝最爱的永远是爹爹。油嘴滑舌，倒是与你娘亲一模一样。明明是嘴甜，吃了糖豆嘴巴就会变甜，所以宝宝以后要多吃糖豆。然后牙疼，去玩吧。爹爹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不一样了吗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富贵儿，咱们不扒他衣服了，先抢马车。提醒谭太优，楚群也在随行队伍中。郡主，世子为您准备了车驾，此去东篱路途遥远，请郡主上车歇息。富贵，走。谭太家给楚群准备车驾，却不顾三皇子殿下，未免太没眼色。闭嘴！朕有司中不讲皇子身份，楚群无视规矩，过失自然会处置。
妖怪，不要吃我！大胆恶妖，竟敢伤我东篱子民！列阵，诛妖！我不是恶妖，我真的不是恶妖。可是谁又会相信我？别让那只恶妖跑了！明明世间比他更加狰狞的妖物数不胜数，可只要看着这张脸，所有人心中都会升起同一个念头：如此丑陋的东西，不配活着。白参将，这应该就是王府下令捉马的蛤蟆精，没想到他竟然躲进了无量山。果然与追捕令上写的一样，这等恶妖食人伤民，就该当场斩杀。小心他的血，血液有毒，大家不要靠近。熄掉锁妖链上的火术，等伤口愈合后，将他关进铁笼。为什么不直接杀了？王府的命令是活捉，孟副官以后还是稳重些好。是，伤口能够长回来，不知道舌头割掉以后还能不能长。表少爷，孟副官擅自行动，要不要属下阻止？不必，不听劝告，死了也是活该。喝点水。我爹不要我了，他看见妖物丢下我便跑了。或许他是去找人救你。你看，我们不是来了吗？白参将，那只食人的恶妖已经被杀了吗？已经活捉，他是从中心城逃来的蛤蟆精，不会再伤害你们。不对，还有，他被吓糊涂了，大人莫怪。是我救了你，我没有想过吃你，也从未伤害你。真正的食人恶妖还在，不能走！你们走了，附近的人都会死。他不是在求我放了他，他是在提醒我什么？被关进铁笼里的，或许根本不是食人的恶妖，真正的东西还在山里。爹，恶妖还在山里，咱们得去告诉白参将。别乱说，恶妖已经被官兵抓走了，山里没有其他妖。陈二，关好他的嘴！若把那些当差的招回来，金矿的事情还能瞒住吗？可金矿离恶妖洞穴太近，再去挖肯定还要死人。怕什么？隔壁村不是出了个武枭，咱们花钱请他杀妖，大不了多分他一些金子。这是山主赏给咱们的富贵，傻子才白白陪那些当差的。多谢郡主愿意前往东篱。谢早了，这次是远帝亲自下旨，让帝臣带上我。恭喜谭台世子，两个如母双生都要跟你回老家，陛下实在体贴。国世子此行恐怕另有旨意，一是为了古灵花，二是试探我父王是否仍忠于中州。打住，权力争都是另外的价钱，别找我，这活我不接。不管怎样，路上若有需要，郡主尽管吩咐。还真有一件事，你这次已经见到帝臣了，从他身上看出什么没有？在下还没有机会。确定只是没机会？是在下修为不足，窥天术施展过多会折损寿命。此前窥探郡主已经耗损了不少精气，需要休养一段时间。这样啊，等你恢复后，替我窥探帝臣一次。放心，等价交换，我懂。其实不必，做买卖就要银货两清，人情债我不要。行了，世子回去洗洗睡吧。小群群，你与他又做了什么交易？替谭台家干点活，顺便去东篱找个老朋友。可算出来透口气了，那葫芦里闷得和棺材一样。珊珊，你干什么？你不对劲。是啊，我难受死了。珊珊，快说几句好听的，哄哄我。你的魂力变弱了，怎么回事？魂力变弱？老祖，你不会又要死了吧？还不是你这个龟孙害的！为了教你炼丹，老子白天不休息，梦里也不能睡，容易吗？那你别教了，我宁愿当个小白脸，找小群群求包养。没出息的龟儿子！主人，老梅在撒谎。我知道，可他的魂力已经承受不住我用法术逼问。梅任凭死了1000年还能保存神魂，本就是件怪事。如今为何变弱，还无法确定。固魂丹或许能稳住他。可是炼制固魂丹还缺生金灵泉。没错，精气贵重，可固神魂。生金灵泉是固魂丹不可替代的主药。以前有大龟龟在，
他掌管10万山川，什么灵矿灵泉都瞒不过他。竹娇娇没准也知道，大龟龟有什么宝贝，肯定都会告诉他。东离边境无量山中便有生金灵泉，以照顾之名盯住这对祖孙，俺会看好他们。按现在的速度，很快就能到无量山。可钦差队伍戒备森严，要如何瞒着帝臣去找灵泉？宝宝闪亮登场！办法，这不是自己送上门了吗？我斩过无数恶妖，见过比他更狰狞的，可唯独看着他，心中会涌出不受控的厌恶和杀意。表少爷何必给恶妖水喝？妇人之仁。无量山那些遇害的山民，全被吸干了血，可你的能力只有毒与自愈。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表少爷怀疑山中还有恶妖，可那些山民若知道真相却故意隐瞒，岂不是在找死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不能说人话。会写字吗？有一股无形力量在阻止他向外传递真相。他是在说无量山中有金矿和真正的恶妖，那些山民因为贪婪隐瞒真相，他想让我们回去救人。我亲自返回无量山，你们继续押送他前往中心城，路上不许再靠打。抵达后先关进地牢，不要直接交给王府。等我回来再定他的罪。西西刚从地臣马车钻回来就要藏起来，他到底对地臣说了什么？俺觉得你过去会陪葬。大花，你太没义气了。国师找小群群做什么？总不会是送上门让他扒衣服吧？郡主他对国师有那种想法？小事小事，扒衣服而已，不值一提。小群群已经有我表弟和娇郎了，国师他看不上的。他就是这样的郡主。你不是要玩吗？玩什么？捉迷藏，找狐狸。西西，你到底给亲爹说了什么？毒株为古灵花。你确定？本君奉陪，开始吧。若非西西正藏在桃源墓帐内，我真要怀疑这对父子在合伙坑我。一朵古灵花，帝臣竟真被亲儿子说动了。世子，你给我行这么大的礼做什么？怪不好意思的。不是，我在帝臣身上看见的气，分明与跟在楚群身边的云虚一模一样。国师帝臣就是楚群的表弟云虚。既然是捉迷藏，那便分头行动吧。国叔大人往东，我往西，如何？随你。主人放心，我会盯紧后方，不让他跟上来。他顺水推舟陪我玩，未必没有试探的意思，留心些。戒心真重。千阙统领，国师为何单独带楚群入林？国师自有打算，三皇子管这么多做什么？听说这次东离之行是父皇让国师带上楚群的。陛下看重他，国师又一贯惜才，他是儒武双修。三皇子若能与他交好，日后不失为一大助力。他本就是本殿商表妹，回到中州后，本殿下自会收拾许天赐。殿下睿智。杀飞扬送去给楚夷侯宰，正好抵我的投名状。统领，情况不对，村里一个人都没有，粮食从具都在，灶里还有余灰，应该是突然离开的。有遗弃或者打斗痕迹吗？都没有，像是自愿离村。先原地休整，等国师回来。老祖，重祖宗，你骂我两句啊！我家老祖不会真嗝屁了吧？大花，咱们得去找小群群。俺带你去，不过擅自离队，镇妖官会拦。找世子。世子爷，10万火急，带我进林子找小群群。可以是可以，但用什么理由离队？交给我。你让开，速速让开！世子爷要传息了，憋不住了，快让开啊！我的名声彻底没了。梅福贵不会又让谭太世子试试他炼的丹了吧？别说了。白老，要不要追？哎，由世子去吧。阿爷，小叶，你是来迎接阿优的吗？阿优回来了，我并非为他而来。城中逃出恶妖，我一路追捕至此。
阿尤人在何处？他与新交的朋友进林子了。不好，山中有恶妖，村民全不见了，像是自愿离村。村民恐怕全进山采矿了。那些恶妖盘踞之处附近，有一座金矿。金矿！那些妖物以活人精血为食，矿洞附近已死了不少人。村民是被黄金迷了心窍。吴大彪，留下几人守车队，其余人进山救人。放我下来，我要吐了。放手之前，好歹让我准备一下。你们当人的要求好多。国师大人，来找楚玄。是啊，小群却没和您一起，他该不会真动手把帝臣义父被当场灭口了吧？他在西面，或者你们想留下陪本君？不要，大可不必。但谈世子留下，国师若没有其他吩咐，在下先告辞了。但堂世子，祸从口出。国师放心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不过，若国师准备伤害楚泉郡主，我还是会告诉他。你与他之间的交易，本君不会妨碍，但也仅限于交易。以谭太家，最好没有骗他。帝臣隐藏身份接近楚尘，竟不是为了伤害他。他真正警告的是谭太家不得欺骗楚尘。幸好自己最先找的人是楚群，否则这桩交易恐怕还未开口，便会被帝臣直接掐灭。默默，你是什么人？大人救命！我的家人被恶妖抓走了，求您一定救救他。抓去哪里了？那边恶妖巢穴与金矿都在那里，只要大人救人，金矿任由大人取用。故意给我指一条错路，是想让我替你们杀掉恶妖，好方便你们继续采金，还是等我与恶妖两败俱伤，你们再坐收渔利？主人，早知道他们恩将仇报，刚才就不该救。生金灵泉所在之处必有金矿，他们随便指条路，真当咱们会信？看来的确不该救。既然不该救，接下来是死是活，看你们自己的运气。救命！快放我们下来！要救吗？救什么救？救我老祖宗要紧！你们见死不救，不得好死啊！一看你们这副贼样，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些藤蔓分明是小群留下的，小爷会傻到放了你们？吃臭气去吧！你怎么也进山了？是不是没人平玉出事了？老祖他不动了，我老祖他不动了！怎么会这么快？进山前他分明还能支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忽然就没反应了。先别废话，跟我走，我要找到生金灵泉，给他炼固魂丹。默默开路，敢来直接杀！救命！默默，先把人送出去。主人，生金灵泉应在矿洞最下层，得先穿过这片金矿。不用硬挖，大花用遁地术下去，灵泉不可沾身，以插石封住再带回来。好。山老妹，丹圣珊，原来以前跟我一起做生意的珊也是你啊，小群群！现在才想明白，闭嘴！他急着奔向金矿，必有更紧要的事，不能让那些东西耽误他。就这样放过他们，果然还是不舒服。不知感恩，还是死了的好。没用，为什么会没用？老祖不会真的？不可能，他肯定只是睡着了。我总觉得自己应该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是啊，你当然知道。果然是你。故友重逢，生死离别，实在可怜。楚一侯，喜欢我送你的礼物吗？下贱！梅任平已经死了，他的神魂能留到现在，靠的全是禁区里的魔气。这世间能够操纵魔气的只有我。想让他继续活下去，唯有我替他续命。
你的故友们为你献祭，为你付出一切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为了他们，为了梅任平，你又能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所以你想要什么？取下封印你的魔猴之手？不，我现在更想要的是你缠我身子。吾乃新兴大魔王，岂有那么下贱？谁缠你了？还说你不下贱？再说了，你发育健全了吗？口舌之力赢了又如何？你照样救不了梅任平，最多到今夜子时，他若再吸收不到魔气，便会彻底烟消云散。子时啊，那至少还有半日。还好，我以为马上就要死了，那就不急。为什么每一次自以为拿捏住他，这女人的反应都完全不按常理？可笑！你以为炼丹能救他？就算恢复全盛时期，你也照样救不了他。因为魔气，对吧？你们当魔的原来有这么大的本事，好厉害啊！也还好。本魔王在威胁你，你是不是看不起我？淡定，是我不好。为了表示我对新兴大魔王的尊重，楚一豪，我很看得起你，所以借你的魔躯入药试试。淡定，好歹是个魔王，别这么沉不住气。不就是一条胳膊，反正还能长回来。你够狠，本魔王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本魔王早说过，你只能求我。楚群，何苦挣扎？成为我的使徒，我非但不会杀你，还能把你昔日的伙伴一个个救回来。发育不良，想得倒挺美。若非得交易才能救老梅，我为什么不选苟天道，反而选你？横看竖看，你也只是个阶下囚。你真觉得那条老狗会帮你？以你的脑子，不会直到现在都没察觉问题吧？他根本不想让你复活，更不想让你找到昔日那些伙伴。你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他有多阴险，又有多忌惮你。是啊，所以为什么偏偏是我？苟天道为什么只针对我？你这块破门板，又为什么死盯着我不放？应该说，不止我，还有妖皇。我的残躯妖皇之尾，都成了阻止你打开那扇门的工具。仿佛我与那只狐狸活着，就是为了替你们当冤种。为什么楚群身上会有这个存在？你知道1000年前那些人真正惧怕我的原因吗？相传，魔能吞噬万物，而我也能。楚一豪，你想干什么？不行！欣欣，你说，如果我吃了你的话，是不是就能救老梅了呢？我想一定可以，对吧？楚一豪，住手！主人，快停下！谁是主，谁是奴？要么死，要么奉我为主。我摩罗心奉楚一豪为主，献出神识魔种，饶了我，求主人饶恕。我已经奉你为主，为什么还不停下？抱歉，我的影子有自己的想法。这才是你的真实模样，摩罗心。我低估你了，可魔不会真正屈从为奴，想彻底驯服我，没那么容易。是吗？来日方长。的确。现在我命令你，救梅任平。遵命，我的主人。主人最好快些，魔门开启太久，难保不会引来天谴。到时候诸魔雷劫降临，咱们可要做一对死鸳鸯了。没文化就闭嘴。12个时辰后，梅任平便能出来。你还替他找了一具不错的肉身。跪下。这个高度就对了。幼稚。
给幼稚如我的人当狗，你又高贵到哪里去了？现在，咱们该好好聊聊狗天道魔门，还有我的影子，你究竟知道多少？你想知道的事情，我说不出口。不过，我可以提醒你一件事：楚一侯，小心你的影子。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他有多危险。你知道他是什么？当然，可你刚刚赏了我一巴掌，我不准备告诉你。咱们如今也算同在一条船上，友情提醒，最好别在血谋领域之外使用它，否则很可能会吓到某条狗，逼它提前跳墙。还有，小心狐狸。主人，帮我看看魔纹长到哪里了。主人，你又乱来！咱们明明说过不能随意使用影子的力量。事急从方，那块狗屎心太难吃了。富贵儿炼飞的丹药都没这么冲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吃东西！摩罗心还不如富贵儿的10八般丹！别说了。楚一侯身上为什么会有深渊的影？哎呦！怎么只有澹台世子一人？梅富贵呢？他随着国师走了。世子已经见过国师啦。帝臣就是云旭，这位国师亲信应该早已知晓。林中血气冲天，山民恐怕已经遇害，必须尽快赶过去。恶妖残害百姓，必须拳脚了。先前的山民都是被妖物吸进精血而死，他们的伤为何？都滚出去！千钧，带人退到林外，任何人不得擅入。国师大人，当务之急是先救山民，矿洞中或许还有活。定然又与楚群有关。这就是中州国师，号称儒武双修的当世第一人，他怎能……小爷别说了，别惹帝臣，千万别惹他。姐姐出事了！亏了，这些血都够做几盆毛血荒了。都伤成这样了，你还胡说！可惜你现在没有人形，不然哭起来肯定很好看。我觉得你哭起来应该也很好看。吐血太多，还能出现幻听，还有幻觉。不是幻觉，是表弟。云旭，你怎么会？抱歉，一时激动，看见你高兴的吐血了。表弟，这么久没见，一来便凶我，是不是过分了点儿？楚群，你是真的不懂得爱惜自己，是不是？是啊，要不表弟疼疼我，我都吐血了，你还要继续凶？上一次是为了韩农，这一次又是为了梅任平。他对谁都能豁出性命，为何偏偏不顾念自己半分？我真没事，只是乱吃了东西，被恶魔的吐了几口脏血，最多3日便好了。你这张嘴里从来没有实话。你不是有私事不能同行吗？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？你该不会……楚群，你能不能听话一点？我很听话，我可是天下第一乖乖女。我竟然还指望你会听话。他喂给我的是妖丹。你咬我！不是不怕痛吗？刚才还稳得难舍难分，怎么转眼就把主人推地上了？表弟，你这样会孤寡一辈子的。你被我气疯了？
把妖丹给我做什么？借你3日，没准备送你。楚群，别挑战我的耐性。关心我还凶巴巴的，表弟，你口是心非哦。妖丹离体会损伤本源，你不要油嘴滑舌岔开话题。楚群，我不会有事。我真的拿你没辙啊，归兰。彼此，他也从未拿他有过办法。狐狸都这么会勾引人吗？凶我的是你，咬我的是你，哄我的还是你。表弟怎么有这么多副面孔？面孔再多，对你也没用。谁说没用？你看，我都拿你没辙了。除了昔日的妖君，还从未如此迁就过一个人。告诉过你多少次，男孩子在外面要学会保护自己。妖丹乃妖族的性命根本，是最重要的东西。若给了坏人，人家不还你怎么办？你是坏人，我坏得很，怕了没？那你还得努力努力。你若真如世人所说的那般坏，他反而能放心一些。如此磅礴的积累，没有上千年修行，绝不可能拥有。这只狐狸根本不值100年道行。别人是扮猪吃老虎，表弟你这叫什么？吃人。好一只恶妖！不是说吃了恶心的东西才吐血吗？吃点好东西，帮你压一压。为何我感觉不到你的妖丹藏在哪里？时间到了，我自会取出来。怕了？怕什么？取回妖丹，须得开膛破腹。那我一定等着。小小表弟还想吓唬我？桃园妖君木，你将他的神魂种在了自己的神魂里。你手里那根拐杖，就是他的本体。是权杖，那是树灵界最高的审美。表弟，你怎么和那些庸人一样没见识？权杖甚美，没人凭的问题解决了。你怎么知道是他出事？除了他，还有谁能让你胡来？算是解决了吧，顺便把那块破门板也解决了。那只魔物，你借我妖丹，我也送表弟一份大礼，好不好？妖皇之尾送给你，喜欢吗，桂兰？桂兰，从未觉得这2个字如此动听。不是喜欢尾巴吗？自己留下吧。听那条长虫说，你们还有不少故友，免得他下次又舍生取义，拿自己的命冒险。娇娇那家伙怎么什么都告诉你？等到了东篱，我再收拾他。一码归一码，妖皇之尾上的印记已经被我抹去。你也是狐族，这条尾巴对你的好处更大。妖族的眸色与血统有关，赤金眼眸是狐族纯血大妖的象征。你与妖皇应该系出一脉，若炼化他的狐尾，没准有朝一日表弟也能成为天妖。你希望我成为天妖？当然，到时候抱紧表弟的尾巴，你可得罩着我。好，他会护着的。你还没告诉我，怎么突然赶过来了？私事已经处理完。听说东篱有古灵花，也可能藏着妖皇之尾。帝臣知道你来了吗？这条尾巴回来，正好解决了眼下的难题。先出去，不然富贵儿该哭丧了。你还真是个大孝孙。小群群，表弟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群群，我祖宗他……放心，还在喘气。这东西我先替你收着，等他醒来再亲手送给他。那可不行，他拖要毒打我，不许！我就知道小群群肯定能救他，只要老祖还能喘气，别说打2顿，打10顿都行。别贫了，赶紧干活。金矿呢？挖完了，大花挖矿可厉害了，几下就全弄走了。俺的20头美男牛什么时候能有？挖出来的金矿呢？藏在俺肚子里，一手教身强体壮的买男牛，一手教矿。这头犟牛怎么一点讨好主人的眼力见都没有？等着，到了东篱，我一定给你安排。不就是20头健壮公牛吗？谁还安排不起？雷富贵这样的不行。我怎么了，大花？不带你这样当牛的。云素，他何时来的？是我让他过来的。
怎么可能？国师帝臣与云虚竟然同时出现了。妖皇尸尾，每一尾皆可化分身。主君已经取回了那条丢失的妖皇之尾。恶妖已除，重新上路。且慢，请问国师，山中那些村民情况如何？那些挖矿的全死了，都死了。我们进去时就已经死了，全被恶妖吸进了精气。还有一件事，此前我们在林中发现了3具尸体，那3人并非死在妖物手中，究竟是谁杀了他们？什么尸体？这位兄台，你戏怎么这么多？的确有3具无辜者的尸体，当时镇妖司众人全都看见了。小叶，别问了，本君杀的。帝臣竟然杀了那3个白眼狼。国师，为何？他们只是普通山民，想杀便杀了。主君一边以帝臣现身，一边又以云父留在楚群身边，一人双身竟没有半分破绽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我自作多情了一下，罢了，不想欠他人情。3个不知感恩的白眼狼罢了，纵然国师不杀，他们也必死无疑。对了，矿洞里还有一个幸存的午休，兴许还活着。你们没有顺手救他出来？我们与那人非亲非故，有必须救他的理由吗？人心不足蛇吞象，明知危险又没有相应的本事，却控制不住贪念，自己往死路上钻，死了怨谁？帮帝臣说话做什么？我自作多情行了吧？谁让他是西西的徒弟？就你这样，还想当个坏人？陈儿为了活命，把亲生儿子推给了恶妖，另外2人还砍断绳梯，根本没管后面那些死人的死活。那些恶妖数量太多，我在前面拼命，他们只想着逃跑。若不是有人把我从矿洞里送出来，我也早就没命了。陈儿，就是向我们隐瞒真相的那个山民，那个年轻人，竟是被亲生父亲丢下的。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食人恶妖是什么，却让蛙人替他们顶罪。白夜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不会冲动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像个睁眼瞎，我要去向国师请罪。东洛参将白夜特来向国师请罪，先前白夜不明真相，斗胆责问国师，愿领责罚。退下吧。我家主君既然让你退下，便是没有怪罪。你再守下去，可就要打扰主君休息了。话说，那座金矿是不是没了？何止没了，连一点金渣都没留下。国师先前不让人进山，难道就是为了方便楚群他们搬矿？楚群、梅福归和云素都在里面，他们3个逮着什么薅什么，倒是不奇怪。可再怎么厉害，也不可能这么快搬空整座矿吧？主君的名声终究还是没保住，那座金矿肯定全进了楚群手中，主君恐怕连金渣都没分到。这种好事，下次能不能也带上我？我力气大，也能挖矿。他已经没事了，为什么还难过？宝宝想保护姐姐，可是宝宝太弱了。宝宝要是像香香哥哥一样厉害，就能帮姐姐打坏人了。过去为了防止西西乱用力量，我一直封着另外2条护卫，或许是时候解开了。男子汉不会哭鼻子，想要变强，更不能哭。宝宝不哭，宝宝是男子汉。小男子汉，等你的尾巴多起来，力量自然会变强，到时候便能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尾巴，香香哥哥，你帮宝宝照顾姐姐，宝宝去找自己的尾巴。姐姐，爸爸。不是刚说自己不会哭吗？果然，西西和他娘一样，都是小骗子。爹爹，宝宝的尾巴还能回来吗？能，我会替你解开封印。在能够控制力量之前，不得在人前随意显露。宝宝保证，等宝宝变厉害了，就能保护姐姐。男孩子想保护自己的母亲，本就理所应当。想要变强，便不能动不动哭鼻子。宝宝不哭，宝宝是男子汉。小男子汉。真正异常的地方，就藏在这具身深处，究竟是什么？倒想看看
这块破门板擅自跑出来，准备做什么？火气别这么大，妖狐狸表弟，受伤没有？没有，他现在伤不了我。哼，你们报够了没有？我说狐狸，你死狐狸，你够了！本魔王又没碰你女人一根汗毛，你把我弄成这样，过分了吧？没文化就闭嘴。这就是那块破门板星星，他已经与我结下主仆契约，被封在我的影子里，真正伤不了我。我知道。要不再把它碾成一团黑雾，给你出出气？我亲爱的主人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刚才看他的眼神，我很不喜欢。需要我再教你一次，奴才应该用什么态度面对主人吗？主人教训的是，擅自从影子里出来，所谓何事？少说废话，不想我绞掉你的舌头，就直接说重点。我出来，自然是为了提醒主人，你们已经进入东离州，接下来千万小心行事。什么意思？东离禁区中的那个家伙已经知道你来了。东离禁区里也有一只魔。既然有禁区，自然便有魔。那家伙可没我正直，下贱得很。主人千万别阴沟里翻船。毕竟现在咱们已经在同一条船上了。藏龟的残魂在东离苏醒，处处透着蹊跷，冥冥之中仿佛有只手故意将我引来这里。难道就是东离禁地中的那只魔？能让摩罗星主动提醒，看来对方的确不好对付。说起来，你把妖丹给了我，实力怎么好像一点都没受影响？妖丹并非我的全部力量，何况你已经将妖皇之尾还给了我。你融合好了？尚未完全融合。摩罗星被封在他影子里，岂不是真的与他形影不离？西西呢？你既然无事，我先继续融合护卫。哇，姐姐变傻了！姐姐，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？帝西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孝顺一回？姓孟的，你什么意思？表少爷离开前分明吩咐过，等他回来以后再处置这只蛤蟆精。哼，这只蛤蟆精是大祭司点名捉拿的。我如实禀报，有何不对？白森讲妇人之仁，全是因为身边有你们这群谄媚下属，要就该杀！你们竟会认为这种通体带毒的东西无辜，简直可笑！哼，立即传信给表少爷。这姓孟的仗着亲族在大祭司身边任职，越来越不把将领放在眼中了。大祭司，恶妖已经捉拿归案。这蛤蟆精看着便令人心烦意乱，当真要将它送给山主做祭品？这是山主的旨意，山主庇护东离百姓，替我等攘邪避恶。此妖身怀毒瘴，又有不死之能，寻常手段无法彻底斩除，唯有山主能够净化这等秽物，送入祭坛。能成为山主的祭品，也算这恶妖的造化。冒牌货，你不是藏龟，你根本不是东离的山川之主。好可怜啊！谁能想到昔日一身灵与羡煞凤凰的孔雀明王，会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献祭皮囊与雀羽，换固有神魂归来。你失去了真身美貌，甚至失去了声音。天道又将你的神魂塞入这具蛙妖之躯，只为让世人厌恶你、憎恨你、羞辱你。孔雀明王般若，为了楚一侯牺牲这一切，值得吗？你闭嘴！你不配提阿楚的名字。可惜，就算楚一侯复活，也未必记得你。即便他记得，又认得出你如今这副模样吗？本王听说，楚一侯最讨厌的妖物便是癞蛤蟆。他若看见你，说不定会亲手杀了你。即便阿楚认不出我，即便阿楚真的一刀杀了我，阿楚依然是阿楚，是会为我搜罗百鸟羽，求来凤凰血，斩杀鲲鹏，为我换骨重生的阿楚。我拥有的一切，本就阿楚给的，灵语、容貌、声音，又算得了什么？谁也不能伤害我的阿楚！可笑！楚一侯已经来到东离，很快他便会成为本王的囊中之物。阿楚复活了，他已经来到东离，不行，他不能来这里。本王不会立即吃了你，越是绝望的神魂，滋味才越美妙。冥王般若，你最真实的故友，注定会在你面前再死一次。这一次，你还能献祭什么救他？绝不能让阿楚落进他手中。
自毁妖躯，借妖丹逃生，对自己可真够狠。好吧，去找你的好友，最好死在他手里。就算他不杀你，本王也早已在你体内种下魔气。只要你见到楚一侯，一切便由不得你了。阿楚最不喜欢丑东西，阿楚最讨厌癞蛤蟆。可是，哪怕变成阿楚最厌恶的模样，我也要保护他，保护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阿楚。一个10岁还未觉醒天赋的废物，也配做楚家人？楚群，好家伙，小拳拳，你这是孕吐！表弟，你干的好事。你，小拳拳，你不能毁我清白，我连心上人都没有，这件事怎么也赖不到我头上。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吃了你炼的丹。有那么难吃吗？那种黏腻怪味，时隔1000年依旧无比清晰。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是癞蛤蟆。你不在自己的马车里待着，过来做什么？给你们送早饭。韩太优送的，有绿豆糕、杏奶酥，还有几样动力点心。我觉得这位世子不错，能出。不过他昨日似乎被国师吓破胆了，整个人委屈的像个受气媳妇儿，也不知道国师究竟对他做了什么。先去洗漱。吃完再洗，不也一样？现在就去。这只狐狸最近脾气越来越大，全是自己纵容出来的。那我也去洗。你洗不洗都一样。表弟，你果然比小拳拳更疼表哥。诸位的早饭看着真香。来一个。算了，牙不好，你这不是窝头，是石头吧？富贵那里有几盒绿豆糕与杏奶酥，带丁字院的兄弟过去分了。哪来的？谭台家送的。东楼王府何等财大气粗，别委屈自己，赶紧带兄弟们吃点好的去。千珏统领，你的早饭。东篱王府孝敬主君的，主君不吃便赏给我了。三皇子一早啃石头做什么？这是窝头。原来是窝头，我还以为殿下准备靠这个收拢人心。如今乞丐捡菜叶都知道挑一挑新鲜的。木木，男人果然不能太精致太讲究。你看云凤，简直就是个管家婆。主人以前还说表弟爱干净是好事，以前是以前，他现在脾气越来越大，全是我纵容出来的。现在王府中的事情全由大祭司掌管，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所说的蛤蟆精又是怎么回事？大祭司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下令活捉一只蛤蟆精？刚做了一夜癞蛤蟆的噩梦，醒来就听见大祭司在追捕蛤蟆精，这件事未免太巧了。澹台世子，出门在外记得隔墙有耳，说悄悄话时最好先布下结界，不然很容易被不正直的人偷听。放心，我就不同了，我这人极其正直。多谢郡主提醒，百业铭记于心。好说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吗？昨夜阿优已经告诉我，郡主是东篱的贵客，此行挽救山主而来。那是后话，还早。东篱王如今不管事，所有事情都由大祭司掌管。还有你之前说的千年真言，以及山主托梦说自己命不久矣，这些消息也都是那位大祭司传出来的吧？郡主，咱们已经进入东篱，还请不要对山主不敬。若真正的藏规还在，最厌恶的恐怕就是这些繁文律节。你们的山主会让东篱人向他献祭吗？会，但过去祭祀所用的只是牲畜，这是东隅子民对山主的敬意。千珏统领方才似乎在找世子，世子不过去看看？不可对贵客失礼。郡主是故意支开阿优的。澹台世子离开东篱多年，未必清楚这1年来发生的事情。白参平似乎对祭祀山主一事另有看法。现在可以说了。郡主知道东篱的忌讳。山川之主藏规，凡是他庇佑之地，念其姓名便会有所回响。
此间万物的声音，他都能听见。祭祀府里那个冒牌货，难道也掌握着藏龟的部分力量？这些藤萝真能隔绝山主的感知？你们特意找我来救山主，我总得有几分本事，不然靠什么救他？靠我的美貌？王府过去祭祀山主使用的一直都是牲畜，可现在大祭司在用妖族充当祭品。白参讲竟会同情妖族？若是恶妖，自然该杀。但并非所有妖族都为非作歹，有些弱小妖族甚至无法伤害普通人。对镇妖司而言，或许妖族不分善恶，都该杀。居然还是个热血愣头青！只有妖族祭品，还不足以让你怀疑大祭司。真正奇怪的是什么？数量太多了。上个月我返回中心城，祭司府一次便抓来了上百只妖族。这样的事情并非第一次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们便会抓来大批妖族送入祭祀府。白家历代担任东篱巡夜使，可东篱从未出现过这么多妖族，动辄上百只。妖族又不是地里的土豆，哪有一挖一麻袋的道理？这种频繁抓妖祭祀的情况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大约1年前，就是阿优被送往中州为质的那段时间。东篱王为何不管？王爷闭关修炼了，除大祭司以外，至今没有人见过他。主人，时间对上了。楚娇娇1年前来过东篱，那时根本没有什么千年真言，也没有如此频繁的山主祭祀。所以问题就出在这1年里。韩农1年前亲眼所见，与谭太优口中的千年真言完全对不上，至少有一方的记忆被人动过手脚。东篱盛产蛤蟆精吗？郡主为何如此问？刚才听你们提起大祭司正在抓一只蛤蟆精，为什么提起蛤蟆，我会第一个想到般若？般若最会什么？我为什么想不起来？那只蛤蟆精很奇怪，任何人看到它，都会心烦意乱，莫名生出厌恶与杀意。大祭司还特意下令，必须将它活捉。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是恶妖，可在无量山中，是他救下了那些山民，我却误会了他，还将他重伤。他虽然相貌丑陋，却从未主动伤人，反而一直在救人。救人的蛤蟆精，主动救人的蛤蟆妖，的确少见。可真正令我不安的是方才脑海中那突如其来的空白。为什么一提蛤蟆，我便会想起般若？千珏统领，你看我做什么？我莫名成了他支开谭太优的工具。国师醒了吗？醒了。你紧张什么？莫非做了什么心虚的事？喜会喜会，今天天气不错，看来得抓紧时间上路。上了。来嘞！帝臣果然准备提拔出群。教头，群头被国师单独叫上车，或许是要亲自指点他，这是好事啊。好事？他还没进镇妖司时，就扬言要扒国师的衣服。孤男寡女共处一车，万一他歹念一起，控制不住怎么办？群头胆子再大，也不至于如此吧？他刚才上车的眼神，你不觉得眼熟？不行，得赶紧去找云苏。整个队伍里只有表弟能管住他。国师大人呀！放开西西，让我来。出去。旁人叫我名字都是随口而出，方才帝臣的语气竟与云虚有几分相似。你找本君有何事？不是国师让我上来的吗？怎么反倒问起我了？那你下去吧。国师此番前往东篱是为了古灵花吧？古灵花我给你，日后有什么事直接来找我，不必找云顺。郡主是在维护云顺，与你无关，谁出力并不重要，只要你最后能得到古灵花不就行了？云修倒是幸运。作为交换，此番东篱之行，我要调动镇妖使的权力。好，答应得如此干脆，这个男人究竟想做什么？话说，西西的尾巴是怎么回事？云峰，这次必须靠你了，你赶紧想办法拦住楚群。他和国师多待一刻，国师便多一分危险，不对，他便多一分作死的可能。他刚才那个眼神绝对没有错，他就是想扒国师的衣服。国师，主人，他是在无视你吧？他绝对是在无视我，故意的。这死兔爹究竟怎么回事？你，他就是想扒了国师的衣服。你要扒本君的衣服？这事儿我自己都快忘了，如今却是他主动提起来的。难道这个男人是在邀请我？
你要扒本君的衣服？国师大人主动提起，我若不动手，岂不是不给你面子？云苏，这个男人果然又拿表弟威胁我。东篱之行，镇妖使暂时听你调遣。现在，出去。算你狠！这是国师的谕令，国师把此物交给你了。国师暴晃在身，决定将此东篱之行的管事权交给我。凭什么？凭我打人痛，凭我杀人不眨眼，凭我报仇不隔夜，凭我这个妖星不好惹。谁想试试？不愧是群头，国师这么容易便放权了？大概是怕我扒他的衣服。你真下手了？你猜？给你个宝贝。国师的贴身谕令，小拳拳，你真把他的衣服扒了？扒了，从里到外扒得干干净净。他痛哭流涕，跪求我饶他清白，还说此番东篱之行奉我为王。牛！他去找帝臣是为了让他不再拿我的性命做文章，回来却只字不提，还把谕令直接交给了我。楚夷侯嘴里没有几句实话，做出来的事却比谁都实在。慢些说。昨夜并未降雨，我来时河道一切正常，怎会突然发水？两岸没有村落，暂时没有百姓伤亡。先绕路返回中心城，再查明原因。珊珊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爱我？为了救我，竟然拿自己跟那块狗屎心做交易，你是不是暗恋我？我何德何能啊！干得漂亮！啊，不行，我昨夜没睡好，得补一觉。睡吧。到了东篱以后，他一直睡得不安稳。朱雀，做什么？孔雀明光般若，你与他可相熟？不熟，凤凰都傲不过那只假孔雀，我哪里入得了他的眼？他是楚群最早收下的妖君，也是跟随楚群时间最久的人。说清楚，般若原本只是楚无忧驯养的低阶妖奴，真身不过是一只血统低微的山居。那时楚群迟迟没有觉醒修炼天赋，在楚王宫中处处受欺，般若同样常年遭受楚无忧折磨，两人境遇相似，楚群便时常偷偷给般若送药。后来楚无忧将成年的楚群关入地窖，断水断粮，是般若冒险将他放了出来。楚无忧震怒，重伤般若，拔去他的羽毛，又将他锁起来示众。不久后，楚群终于觉醒，10年不明，一朝惊世。他觉醒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单枪匹马闯入楚无忧的宫殿，杀尽助纣为灭之人，就当这楚皇的面，亲手毁掉楚无忧最隐不要的容貌，只为替山热讨回公道。此后，他为般若及其百鸟灵羽求来凤凰血，又斩杀天道眷顾的鲲鹏，取其妖骨，替般若脱胎换骨。曾经血统低微、受尽欺辱的山治，就此扶摇直上，成为威震天下的孔雀明王。般若曾给他一线生机，他便还给般若尊严、自由，以及一条本不可能拥有的通天之路。他平日嬉笑怒骂，仿佛什么都不放在心上，可真正被他认定的人，他从来都用命护着。千年前那些妖君，为何甘愿为楚夷侯献祭一切？我终于明白了。杀了蛤蟆精，杀了他，替般若报仇。那就是般若。杀了他，杀了蛤蟆精，替般若报仇。我亲爱的主人，您终于醒了。狗屎心，你忘吃药了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的意识为什么会进入影子？我哪知道，或许主人担心我孤单，特意进来陪我。是你将我从梦里拉出来的。别撒娇。他竟然真的掌控了深渊之影，他不是想伤害他，而是在保护他。现在知道影子为何拉我进来了。影子是在保护你。你陷入梦魇时，天道的气息出现了。梦中的声音借般若之名诱我杀蛤蟆精，果然是狗天道在捣鬼。可他为何偏要逼我杀一只蛤蟆精？那只蛤蟆精究竟是谁？主人，你与影子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当魔的都这么会看清局势。若早知道他会保护你，
我又何必作死？所以你知道影子的来历？影子不允许我说，但它的存在极其强大。既然它不会伤害主人，将来对付东篱禁厅里的魔也会容易许多。你是废物摆设，您最忠诚的仆人，自然愿意为主人效犬马之劳。愿意归愿意，能不能打赢又是另一回事。这么废物，我要你何用？废物利用也是用，至少有我在，没人凭便能活着。东篱禁且中的魔远比我强，越靠近中心城，我越能感受到它的魔气。属下确实忌惮，那玩意儿碰不得。主上明鉴，属下绝无此意。想对付魔族，必须先弄清楚它属于哪一种魔兽。你以前不是说魔族全是一群没脑子的鸡零狗碎？谁没有年少轻狂的时候？以前说过的话不作数。那便仔细感知，尽快查清楚。你也老实一点。大佬，你为什么如此护着楚一侯？管好你的嘴，好好辅佐他。再敢对他动歹念，务必灭了你的魔种。从1000年前开始，天道便打压楚权，难道真正的原因就是他身上的深渊之影？主人，你醒来还抱着表弟的尾巴乱蹭。楚群，你故意的是吗？我做什么了？主人，你刚才抱着表弟的尾巴蹭了好久。表弟，我可以解释，误会，全是误会。解释晚了，解释晚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帮你理理尾巴，或者让你打一顿。一开始我只是喜欢这只狐狸的尾巴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已经能毫无防备地靠着它入睡。这颗石头脑袋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开窍，3日了。什么？你的腰丹怎么取出来？怎么给的，便怎么取回来。归兰，你该不会是想亲我吧？我会吗？木木，你觉得他会吗？应该不会吧，表弟不像如此想不开的狐狸。上次把腰丹给你时，他闻完便将你推开，还不停擦嘴。难道我真的如此罪大恶极？桃园木章又在胡乱出主意。来吧，表弟，我准备好了。闭眼。木木，这种时候是他能随便出声打扰的吗？姐姐，你居然和香香哥背着宝宝做这种事！你是西西？哥哥，姐姐，你们刚才是在偷吃糖糖吗？为什么要贴近姐？是姐姐藏了糖吗？有糖。很甜，让人还想再吃一次。你，这只狐狸不会真的查我身子吧？原来你怕这个。你故意的。学以致用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来。所以这只狐狸是在报复我睡梦中抱着狐尾又蹭又吸，吓死我了！这才是我认识的表弟，报复心强，手段还毒。主人放心，妖丹已经回到表弟体内了，他只是故意吓唬你。怎么，我不配他动真格？哪个长毛妖族看到主人不害怕？除非他不怕被你薅秃尾巴。说得很好，以后别说了。2辈子的第一次亲吻全交代在这只狐狸身上，我还抱着舍生取义的心思配合他，结果他取回妖丹就拿话吓我，早知道不当这个好人了。姐姐，你们都不理宝宝。理你。你怎么突然变成人形了？还多了2条尾巴？宝宝本来就有3条尾巴呀。爹爹死了以后，宝宝太伤心，另外2条尾巴便离家出走了。你们狐狸的尾巴还真有自己的想法。
姐姐，宝宝可以不变回小狐狸吗？以前宝宝只能偷偷变成人形，宅子里的人都不愿意陪小狐狸玩。那便不变回去，人形也很好。不过3条尾巴必须藏起来，要是让坏人看见咱们西西这么漂亮的尾巴，起了坏心思怎么办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。姐姐亲宝宝，宝宝要不好意思啦。西西太可爱了，我也想抱。姐姐，宝宝已经把尾巴找回来了，以后宝宝便能保护你。真的？咱们西西如此厉害，以后姐姐也有靠山了。把尾巴藏好。肯定是忍无可忍了。楚群昨日还惦记着扒国师的衣服，哪个男人受得了他如此胡来？群头和表弟的关系果然不一般。我的祖宗啊！这才1天时间，小群群，你和表弟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吗？我的祖宗啊！才1天时间，小群群，你和表弟的孩子都这么大了。你家从怀孕生子到孩子长大，只需要1夜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嘛，你可是丹圣山山主，随便练个1日怀胎丹、1日长大丹，很难吗？姐姐给宝宝当娘亲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哦。西西，别闹，姐姐怎么能给你当娘亲？给你当爷爷倒是可以。楚一侯竟然想当主君的爹！丫头，你们从哪里带回这么乖的孩子？无量山的山洞里捡的，他受了伤，先前一直留在马车结界里养着。这么乖的孩子，你竟然一直藏着。来，叔叔抱，叔叔给你买糖。糖？你那胡茬都快扎人了，往边上去，我会带他骑大马。好高呀！宝宝也有糖豆豆，可以请大家一起吃。小祖宗跟随主君1000年，终于有人愿意像对待普通孩子一样陪他玩了。这孩子生的倒是真可爱。西西的确讨人喜欢，可这是不是太招人喜欢了一些？天赋神通，狐族魅惑，更像是天生的亲和力。他心性纯净，旁人见到他只会本能的想要亲近，保护他。不要独自冒险，若有异常，立刻离开中心城。主人，你还是觉得那只蛤蟆精有问题？问题大了。白夜说，任何人见到它都会莫名生出厌恶与杀意，那不像普通妖物的能力，更像是某种力量借着天道规则，逼着所有人排斥它，憎恶它。可它没有伤人，反而冒险救下了无量山里的山民。进入东路以后，我又不断梦见般若，偏偏无论在梦里还是清醒的时候，我始终想不起他的模样。苟天道还借般若之名，一次次诱导我杀死蛤蟆精，这两者之间绝不可能毫无关系。我们原本是为藏龟而来，没想到又牵扯出了孔雀大姐。主人，有件事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。说，其实我和竹娇娇曾经怀疑过孔雀大姐。你们怀疑1000年前8大妖君之中出了叛徒？那个叛徒就是般若。是，竹娇娇从朱雀口中得知，主人当年遇害之前，身体曾突然衰弱。楚家那11人像是早有准备，提前布下了杀阵。那一年，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闭关，我们谁也见不到你，只有般若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所以我们才会怀疑。不怪你们，我刚刚重生时，第一个念头是报仇，第二个念头同样是找出那个叛徒。主人也相信有人背叛了你？正因为相信过，所以现在才觉得不对。我重生以后，连你们的存在都忘了，却偏偏牢牢记得有人背叛过我。因果，因果，
我连真正的因都忘得干干净净，反而记住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果。这不是倒行逆施吗？有没有叛徒，现在还不能下结论，但我更倾向于这是苟天道故意种进我神魂中的怀疑。他只需要留下一颗种子，我便会开始猜疑你，防备你，甚至亲手伤害你。一旦我真的相信般若背叛过我，又怎么可能将你们一个个找回来？般若不会背叛，我信他，如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娇娇。而且天道一直不喜欢般若，为什么？大概是因为我杀了鲲鹏。当年不是传言鲲鹏是天道眷顾者吗？我杀了鲲鹏，等于杀了天道的爱宠。后来又取出他的腰骨，替般若重塑肉身。般若原本只是一只血统低微的山猪，自以为是的障眼法，也敢在我面前班门弄斧。若不是苟天道暗中阻拦，他当年历劫时，甚至可能直接成为天妖。苟天道一贯妒忌英才，尤其是这个英才，还是踏着他爱宠的尸骨成长起来的。般若不会背叛。查得如何？王府表面一切正常，东离王似乎真的在闭关，可王府中所有人的记忆都有问题。那条关于楚一后复活的真言，过去从未出现，如今所有人却坚信它从1000年前便已经流传下来。还有呢，献给山主的祭品也不对，那些祭品根本不是妖族，恐怕都是活人。他们身上没有妖气，反而沾染着与梅刃寺前辈先前相似的气息。魔气，果然是魔，顶着藏龟的名义残害他曾经庇护的子民。近来王府还在追捕一只蛤蟆精，据说是山主亲自托梦让大祭司将他活捉。那只蛤蟆精拥有不死之力，寻常手段根本杀不死。山主，藏龟可不爱吃蛤蟆，地下那只狗屎魔为什么非要活捉一只蛤蟆精？楚楚这家伙果然最偏心那只孔雀。既然楚楚相信他，那我便也信。离开中心城，主子已经取回龙木与龙鳞，虽然妖丹不在，但这座城里应当无人能够拦住你。小包子，你知道蚂蚁为什么能够咬死大象吗？因为自大。我们的敌人从来都不只是地上的这些人。走。姐姐，谁欺负你？怎么回事？西西看见他们正在吃饭，闻出饭菜里有脏东西，便好心过去阻拦。这2个人不听，还骂西西多管闲事。吃亏了吗？他们打不到宝宝，宝宝只是怕他们吃了脏东西会死掉。我们好端端的吃饭，是他突然跑来胡说八道，诅咒我们会死。他先掀了饭菜，我们骂他2句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会怎么。我现在就告诉你会怎么。敢骂小宗有爹生没娘长，还骂他是杂种。幸亏主君此刻用的是匀速身份，否则这2人恐怕早已没命了。这个孩子果然也不简单。楚群表妹，只是误会一场，人你也打了，该收手了吧？误会？三皇子准备替他们出头？陈三2人的确口无遮拦，可他们又没有真正伤到这个孩子。表妹再怎么护短，也该讲些道理。哦，都是镇妖司的同僚，究竟是谁给了你们错觉，认为我是个讲道理的人？于素，你也要陪他胡来？三皇子想陪这2个人同甘共苦。你一口一个误会，你的意思是，我家西西挑事在先，胡搅蛮缠？
此事本就是孩子的一句戏言引起。戏言？既然你认为这些饭菜没有问题，那你便吃了吧。饭菜全都掉在地上了，你让本殿下吃，是在侮辱本殿下吗？抱歉，忘了你高低还是个皇子。既然你们的主子不肯吃，那便由你们两个大聪明吃吧。人已经被打成这样，你还要侮辱他们？既然你们认为饭菜没有问题，那就全部吃干净。浪费粮食可耻，要么吃的一粒米都不剩，要么我现在便砍了你们。你再废话，我照砍不误。楚家人专砍楚家人，我砍你合情合理。天高皇帝远，陛下的儿子那么多，也不差你这个废物点心。夫人，准备好了，动手。你们疯了！楚群，快救本殿下！来来来，买定离手，赌一赌三皇子还能坚持多久？我压石溪。阿尤，楚群郡主对自家皇子一直都是这样。听我的，千万不要惹他。高贵的三皇子殿下，现在还觉得我家西西是在胡说八道吗？宝宝早就说饭菜有问题了，不相信宝宝还骂宝宝，两个笨蛋，活该变成猪猪妖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冤种，直到遇见楚群。你瞅我这眼神做什么？弄得像咱们关系多好，我背叛了你似的。你我是亲人，你怎能如此对我？要不你先了解一下我是怎么对谢俊的。谢俊是谁？应该是郡主的父亲，一位渣爹。还活着吗？活着，但在中州已经抬不起头做人了。你说的对，这位郡主的确不能惹。群儿，他们到底是人还是妖？是人，问题出在他们吃下去的东西里，其中混着一股邪气。郡主，此事绝不可能是谭台家所为。这里是东烈境内，谭台家如何脱得了干系？你真是楚家人。为什么他又觉得自己被侮辱了？主人，我也想不通，就这个脑子，楚明月居然还斗不过他。立刻分头检查客栈里的食物与水源，所有人暂时留在大厅，不得擅自饮食。大彪，看好陈散、蒙西与楚明轩，谁出现异常，直接打晕。你刚才被抓伤了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三皇子伤口上的黑毛，与那些被送去祭祀山主的黑毛妖一模一样。看牢他，要是突然发疯，立刻敲晕。老祖，老祖，看你的了。帮我看着周围。韩农怀疑，那些所谓的妖族祭品，其实都是活人。看来他猜中了。我先前察觉到陈散与蒙西吃下的东西里混有魔气，所以才让桃源木杖刺激他们体内的气息。他们果然妖化了。楚明轩被两人抓伤后，伤口也长出了黑毛。白夜说过，这一年来，大祭司府动辄能抓来上百只妖族祭祀山主，可东里哪来那么多妖族？那些祭品，恐怕全是被魔气污染、妖化后的普通百姓。普通人体内没有足够灵力抵御魔气，一旦受到污染，妖化只会越来越快。地下那只魔利用这种手段制造祭品，他把整个东里当成了饲养之地，还敢打着藏龟的名义，好一个狗屎！小圈圈，找到根源了。我老祖说，井水里全是魔气，而且井底还有东西。看出什么了吗？这水都黑得像墨汁了，你们看不见？的确是黑的呀，
变成猪猪妖的2个坏哥哥，他们吃的菜菜比这桶水还要黑。乖仔，白日里我们带你上街买东西，你什么都不肯吃，也不让我们吃，是不是因为那些东西都是黑的？对呀，肉包包和老爷爷卖的糖葫芦是干净的，其他东西全都黑黑的。宝宝那时不知道黑东西是什么，所以没有说清楚。宝贝，叔叔这条命全靠你了。客栈的饭菜我们还没吃，客栈的水我们全都喝过了。我们都喝过客栈里的水。如果水里真有邪气，我们为什么没变成陈伞他们那样？应该是摄入的分量不同。修炼者体内有灵气，少量邪气进入身体不会立刻出现变化。他们刚才喝了酒。回大堂。郡主，你看看这酒。这哪里是酒，分明像是一碗血水。千珏，来喽。国师呢？主君忽有所悟，闭关了。现在闭关？对。闭关的可真是时候，那就让国师慢慢闭。带人查清楚，这批酒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，掌柜、伙计以及运酒之人全部查一遍。是。郡主，我们体内会不会也有邪气？楚群表妹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少折腾，暂时死不了。找富贵儿，他有办法检查你们体内有没有魔气。你们别急，谁在乱摸，本少爷先拿谁施药。白参将，陈三与蒙西妖化后的模样，还有楚明轩伤口附近长出的黑毛，你应该很眼熟吧？看来世子还不知道，那你们先把事情说清楚。世子去中州后，大祭司便开始大肆搜捕黑毛妖用于祭祀。上个月我回中仙城，祭司府一次就抓了上百只，这种规模近1年不止一次。发现什么了？这里是东篱重镇，现在正是白日，街上却几乎没有行人。的确安静的过分。你到客栈以后，没有喝这里的水吧？担心我了？担心啊。那只蛤蟆精有什么问题？般热。你怀疑那只蛤蟆精与般若有关？进入东篱后，不断让你坠入梦魇的，也是天道的力量。表弟怎么这么聪明？郡主，小爷所说的那些祭品，难道都是？东篱多年风调雨顺，哪里来的那么多妖族供你们一批批祭祀？那些祭品根本不是妖，全是被魔气污染以后生生妖化的普通百姓。他们先将百姓变成妖，再以替山主除妖为名，把人一批批送入祭祀府。究竟是谁在残害东路百姓？还没想明白，自然是你们每天早晚3炷香供奉的山主。不可能，山主庇佑东路1000年，绝不可能伤害山川子民。谭谭幽，你是窥天者，世间秘密在你眼前无所遁形。如今既然已经回到东篱，便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看脚下的山河，把你的天赋用到正途上。怎会如此？山主他……假的，至少这1年来，你们所供奉的山主都是冒牌货。那东西让你们改用妖族祭祀，还将百姓妖化后送去充当祭品。如此明显的异常，你们竟没有一个人察觉。山川之主藏龟，本体就是一座山，自身属于妖族。他吃黄金、铜矿、银矿和铁矿，就是不吃血肉草木。拿活物给他当祭品，还不如替他挑2斤花肥。就是大龟最喜欢拿黄金当糖豆吃。真相已经摆在眼前，你既然是东王世子，就别只顾着站在这里发愣，立刻带人去镇上府衙。这里是东篱重镇，大白天看不到几个行人，镇中必然已出事。中心城派来迎接的人，今晚便能抵达，到时也能协助救助镇民。别想得太好，东篱王无端闭关，大权全部落入大祭司手中。冒牌山主又一直与大祭司联络，大祭司究竟只是受到蒙蔽，还是早已与邪物勾结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今晚赶来的人8成不会是友军。1人拿1颗，遇到体内带有魔气的人，糖豆便会变黑，
别偷吃，真吃进肚子，出了事我可不管。掌柜与伙计暂时没有发现魔气，那批酒是今早刚从中心城运来的。另外，镇上最近正在闹疫病。什么症状？镇旁的河水出了问题，喝过河水的人皮肤会浮出水泡状痕迹，还会畏惧日光，无法在白日出门。客栈里也有一名伙计中了招，看着不像普通疫病，反而更像中了妖毒。带我过去。的确是妖毒，但毒性并不重，不会伤及性命。先是河水，又是井水，这是要全镇人的命啊！井水会要命，但河水里的妖毒究竟是在害人还是在救人，现在还不能确定。镇妖司有多少人中了魔气？丁字院除了你们之外，胡大彪5人没有中招，我手下有3人中招，其余14人暂时无恙。中招的人全部留在客栈，盯住楚明轩、陈散与蒙西，剩下的人挨家挨户检查水井，发现魔气便立即封井，不得让任何百姓继续饮用。西西能够直接看见魔气，让他跟着梅福贵一起检查。宝宝会把黑黑的水全部找出来。走，富贵哥哥带你救人。你4条腿比我2条腿跑得快，时间紧迫，赶紧变回去。抓紧吧。有腥味，是妖血，血液里还带着毒，像是蛤蟆一类妖物留下的毒。你为何认为那只蛤蟆精与般若有关？我先前陷入梦魇时，有个声音一直在引导我杀死蛤蟆精，他还告诉我，杀了蛤蟆精便能救下般若。有妖提前将自己的血放进河里，让镇民中毒、畏光，不敢继续饮用河水。那个客栈伙计体内没有魔气，说明妖血进入河道时，井水还没有受到污染。不是每家都有水井，所以镇中才没有出现大规模妖化。放血的妖应该还没有离开这座镇子，他不是在害人，他是在救人。会是那只蛤蟆精吗？找到他，或许便能找到般若的线索。阿楚，真的是阿楚！水下有东西在看我。确定吗？那种感觉只出现了一瞬，但绝不会错。河水中有毒，我去。妖族肉身的抗毒能力更强。行，你小心一些。到我背上来。刚才藏在水下的是蛤蟆精，应该是。你与他交手了？没有，我下水时他已经离开。我始终守在岸边，他怎么可能避开我的视线？他离开的速度很快。那只蛤蟆精明明就在附近，却不肯现身，甚至不惜留下残肢也要避开我，是在躲我，还是不敢靠近我？不对，下来。追不上了，连你都追不上。蛤蟆精不是独自逃走的，他被另一只妖带走了。那只妖的身上有竹寒浓的气息。娇娇，不可能是他，竹寒洞没有如此快的速度，他也不会抓走蛤蟆精以后故意避开你。一只带有寒浓气息的神秘大妖，速度能摆脱匀速追踪，偏偏在蛤蟆精靠近我时将人带走。绝不是巧合。先问娇娇，主子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感应到了自己的妖丹。您的妖丹不是已经献祭给天道了吗？所以才奇怪，那股感应转瞬即逝，方向就是中心城。我在城中停留那么久毫无察觉，偏偏刚离开就出现，像是有人故意引我回去。谨防有诈，先不要擅自回城。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本王也没有想到，你竟还能重新出现在这里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鲲鹏一族乃是天道眷属，
可世间最后一只鲲鹏，1000年前便已经死在楚夷侯手中。天道对你还真是眷顾有加。昆锤云，苍天有眼，让本尊重新回来，向楚夷侯讨还当年的血诏。哼，你在这只死孔雀体内种下魔气，是想控制他去杀楚夷侯。若非本尊及时赶到，他方才已经与楚夷侯相认了。不，我绝不能伤害阿楚。1000年前，楚夷侯拔走本尊的鲲鹏骨，将它送给了你，区区一只血统卑贱的山豸，也配使用本尊的骨头？兜兜转转，鲲鹏骨终究还是回到了本尊身上。至于你，如今连做一只山鸡的资格都没有，只配成为一只癞蛤蟆。是不是很好奇，鲲鹏骨为什么会回到本尊身上？这便叫物归原主。何止鲲鹏骨，还有楚夷侯精心为你创造的那具肉身。他费尽心机替你洗去山菊血脉，助你成为孔雀明王。可惜，那具肉身最后同样被本尊吞噬了。那是阿楚送给我的冥王身。纯龙妖丹，那是韩农献祭给天道的妖丹。天道对阁下果然足够大方，从楚夷侯手下那些妖君身上骗来的宝物，竟然赏给了你这么多。天道巴不得楚夷侯死，怎么可能因为你们献祭便真的给他一线生机？1000年过去，你们竟然连自己的主人究竟为何而死都不知道。昆锤云，你与楚夷侯之间的旧怨，本王懒得理会。可你是天道的走狗，难道他没有告诉你，本王与他之间还有一笔旧账尚未清算？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，至少现在，我们都想对付楚夷侯。1000年前，天道与魔族合谋，事情结束以后，他却过河拆桥，将本王困在东洛地底。我魔族狠毒邪恶，从来不屑否认。可他天道满口仁义，行事却比魔族更加虚伪。他畏惧楚夷侯，怕到费尽心机也一定要他的命。可当年使尽办法，不还是没有彻底杀掉他？天道不过是一念之仁，才留给楚夷侯一线生机。他与手下那些妖君都是世间蛀虫，死不足惜。你说楚夷侯是蛀虫，若不是你吞噬了一城百姓，他会出手斩杀你？论起私仇，本王与他之间反而没有多少仇怨。即便没有私仇，他难道便会放过你？中州王都地下的禁忌已经被毁，心魔也已经落入楚夷侯手中，你将他引来东篱，根本是在自掘坟墓。何况，你们魔族真正忌惮的，只有楚夷侯吗？那另一位呢？若非忌惮，当年你们为什么要与天道合谋？这枚妖丹，便当作结盟的诚意。你准备做什么？天道神君已经替我们铺好了路，接下来，自然是为楚夷侯送上一出好戏。朱寒农就在中心城外，这场戏，缺了他可不行。我已经离开中心城。但就在不久前，我曾在城外感应到自己的妖丹出现在城中，气息消失得太快，我也无法完全确定，他的妖丹早已献祭给天道。是啊，带有寒农气息的大妖抓走了蛤蟆精，寒农的妖丹又出现在中心城。若这2件事有关，那1000年前8大妖君的献祭究竟算什么？木木，狗天道一直盼着我死，他又怎么可能真心接收你们的献祭，给我一线生机？若真是一物换一物，能够换主人魂系归来，我们从来没有后悔。可他为什么一直阻止主人找到我们？他以为任凭进入禁区，也像是故意将对付主人的筹码送到摩罗星手中。无论真相是什么，现在不能让寒农独自留在城外，让娇娇不要继续停留，尽快赶来与我们会合。先回镇上，那些被当成祭品的百姓还在等着我们处理。中心城地下那只魔，我倒不算特别忌惮，可如今狗天道也已经插手，原本敌明我暗的优势恐怕保不住了。别怕，
我不怕。你从来不怕自己遇到危险，你只怕身边的人因为你而遭遇不幸。别怕，以后有我。若天道待他不公，那便灭了这天。世子爷，这些全是妖物。大祭司有令，必须押回中心城，请山主净化。他们本是普通百姓，只因吃了被污染的食物，喝了血水，才会变成这样。哼！白参将竟然替妖族说话，世子爷，你可别被他蒙骗。梦离，你若还认我这个世子，立即让人收起兵器。此行国师也在，你们方才准备砍杀的，更是中州三皇子。这只黑毛妖是三皇子，堂堂这妖司国师，竟然连人妖都分不清。再敢对我家主君不敬，下枚铜钱就会出现在你脑子里。世子爷，你究竟是东篱世子，还是中州人的走狗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东篱姓孟。既然知道他是世子，还敢以下犯上，对这种不听话的狗，废话什么，吊起来打就是了。你是何？目无尊上，犯上作乱，杀了便是。还有谁的脖子痒，我一并替他解痒。多谢郡主。领头的已经死了，剩下的交给你。东篱已经乱成这样，世子爷也该学会心硬一些。郡主放心。狗屎星，出来干活！遵命，我亲爱的主人。替他们拔出魔气，再清理阵中残留的魔气。办不到，我就砍了你！少摆样子，先干活。这个蠢货也就先留着，还能当个人证。那两个骂兮兮的呢？也救回来，以后让他们贴身伺候三皇子。郡主，主君已经先一步前往中心城，他留下口信，此行队伍暂由郡主带领。国师真是好样的。帝臣先行一步，多半也察觉到了中心城的异常，可连一句解释都没留，便把整支队伍丢给了我。1个时辰内处理完阵中之事，随后立即启程，火速赶往中心城。表弟，帝臣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苟天道与地下那只魔同时发难，他若再添乱，真要炖成一锅乱粥了。不必管他。行，我信你。我再一日日，帝臣便绝不会与你为敌。听起来你与帝臣的关系果然不一般。解决完东篱之事，我便告诉你。好。又困了？有一点。自从踏入东篱，便贫贫困困。苟天道不会还想借梦境算计我吧？今夜开始，我们一起睡。东篱的魔气能够侵入梦境，从今夜开始，你留在这辆马车休息，我守着，免得再出意外。原来是防着那只魔继续入梦。他既然已经盯上你，便不会轻易罢手。不过这一路太颠，我若真睡着了，说不准又要撞到头。表弟，你的尾巴能不能挡在车壁边？我负责守夜，还要负责给你挡车壁。能者多劳，反正你的尾巴比软枕稳，也不会被车晃下去。主人，表弟是担心你再次陷入梦境，你怎么还惦记着他的尾巴？那根小木头又在说什么？他说自己也能守夜。主人，我明明不是这个意思。既然如此有精神，便交给西西照看。西西应该很喜欢。
不可以！一定会咬我的张姐。是。药丹拿回去了吗？又失败了。大概药丹还想在你体内多待一阵。直接启程，火速赶往中心城。梅富贵，上来。表弟偏心，我也要睡你大腿。让媒人品出来。小表弟，找本丹王何事？你既是丹王，应当知道如何炼制清正丹。你想用清正丹破解魔气？可魔气已经深入东离的江河与田地，就算炼出再多丹药，也解不了燃眉之急。何况清正丹需要浩然正气，东流如今还有那种东西？我有，这里面应该有浩然正气。两滴修出浩然正气的大罗金线，用它们炼制清正丹，只要丹成，我自然有办法破局。要炼几品？7品以上。7品丹药会引动天象，甚至招来雷劫。你当7品丹药是地里的土豆，说炼就炼？要的便是引动天象，否则找你这个丹王做什么？你若不练，便等他醒来亲自练。哼，少拿他激我，7品丹药而已，还用不着他出手。神农鼎，这可是用药神精血铸成的上古至宝，你竟然把父母盒装着！炼出清正丹，神农鼎归你。不成，这东西不能要。表弟，你是不是没有把我当自己人？咱们是铁三角，帮你和小群群本就是理所应当。我家老祖与小群群更是生死之交，咱们之间的情谊，用得着拿神农鼎来换吗？咱们之间的情谊，用得着拿神农鼎来换吗？一路走来，忠心臣属无数，可真正能成为朋友的人，寥寥无几。梅富贵，我并非真正的云虚，也不是你的亲表弟。你说出来干什么？现在这样不是挺好吗？知道我不是真正的云仙，你还想当我表哥？不怕真正的云虚已经死在我手中。你若真是滥杀无辜的人，小群群根本不会把你当朋友。反正我认识的表弟就是你。你忽然说这些，是不是嫌我修为太低，总给你们拖后腿？不想被甩下，便努力奋起直追。我与楚群不会停在原地等你，你要学着跑快一些。梅富贵，你定能超越仙邪，带上神农鼎，下去炼丹。那以后，你还是我表弟吗？先回去炼丹。老祖，你听到了吧？表弟心里还是有我这个表哥的。听到了，别在车里乱拱。刚才那是赐福。赐福？我也没感觉修为增长啊。你懂个屁！并非任何人都有资格给他人赐福。赐福之人，要么身负大功德，要么受万千生灵信奉。东离山川之主藏龟，也只能赐福自己庇护的属民。可你既不是云虚的臣属，也不是他的信徒，他却能直接赐予你气运。表弟这么厉害，何止厉害，这家伙的来历绝不简单。你如今得了气运，又有神农鼎相助，炼丹成功的机会必定大增。云虚说的没错，没有人会永远停在原地等你。想继续当铁三角，便拿出所有本事追上他们。人不能一辈子躲在朋友身后。老祖，开始吧。那是妖皇赐福。早知道讨楚群高兴还有这种好处，没多好几次又算得了什么？传令伽罗，率北元妖族前来驰援，封锁东离全境，不得放走一人。主君竟要调动北元隐藏的妖族力量，东离这一局比所有人想象中更加危险。任何人都不得惊扰他，即便是天道也不行。
天道既然已经入局，我便替楚群封死这座棋盘。那便来斗一斗吧，看看究竟是你天道掌控全局，还是我胜天半死。